你好，弹错了，弹错了要重新弹。专辑开始预售了，是的，是焦哥吧？是的，我现在在录那个专辑里的那个指弹版的伴奏。是你的手又弹错了。明天更新吗？明天不更新。又弹错了，换个别的弹吧，先弹别的吧。你们猜一下这个是啥歌啊？
是马片头去是的，谢谢开心每一天的跑车。专辑还能预定吗？可以，听一下看看。首先见家长会有后续吗？没有后续，见了之后图图家长就走了。听这首歌是啥啊？
晚星，我们弹的，我今天晚上录的这些都会放在专辑里，就是这些，纯音乐的版。明天更绿豆吗？明天不更。这个歌，这个晚星的这个曲子，就是生成了好多版本都不好，就只有这个还听着还像是跟原来的基调差不多的，之前生成的那些版本都太活泼了。啥时候更新？下周吧。专辑会有小写真吗？专辑会有那个剧照，就是我们从剧里边挑的一些图片。直播有固定时间吗？没有，你们晚上的时候看一下。如果不再播，那就是没播。大概会有多少张啊？200张。咋这么白呀？我看一下。白是因为我那个电脑屏幕白。多少米？你看我那个主页简介上有啊。我们会把以前的好多歌的指弹版都会放进去。
七色天空，是的。发了哪里可以买专辑呢？看那个二把刀的抖音的简介。为什么不多做一些呢？下播我要一听。多做一些，怎么是你买不到吗？还是怎么样？我们都还没开始卖呢，多做一些不要钱吗？图图在干嘛？图图的手机被我拿来直播了，他在看那个iPad。说无铅吉他好学吗？就不用学，很简单。风筝无铅单体循环。下一首。今天更新吗？今天不更新啊。你们想听哪一首的指弹？我现在弹，反正我是每首都要录的，基本上。黑芝麻，黑芝麻，黑刺猬的录过了，录过就不弹了。晚星刚才录过了，跟着我走，在意我之前也录了，跟着我走，稍等一下啊。那我还来晚了，没赶上，那就只能先录那些没有录的歌啊。跟着我走，我录一下这版看看。明天会更新吗？明天不会。毛衣织完了吗？看看，那不是毛衣啊，织的是帽子，早就织完了。跟着我走，我要听一听，弹一弹这个版本，看好听不好听。这首歌版本不好听，不录了。回北京吗？没回，不回了。越来越像你。拔河，好，拔河先说的，我先录个拔河看一下。拔河啊。断了，得重录。
又断了。哎呀，又断了，又得重录，换一首，我换一首录吧。录这个吧。宝贝，你小点声呗。哦。谢谢宝贝。手机快没电了。左手是按键还是按弦？是键，都是键。
这个刚才弹的这个是之前绿豆里边的那个已经用过的插曲，但是之前的有那个拨片声，所以我就重新录一遍。你们在那个绿豆里边听到的图图以前的歌的这种弹奏版本，基本上都是我弹的，除了那个在意我那个是图图自己弹的。给你们现场听一遍。大结局还没发吗？你自己看，更新了就是有，没更新就是没有。大家想听哪一首歌？我现场给你们弹一下。在意我已经录完了。12集你们俩亲嘴那首歌，跟着我走能弹吗？我看一下啊，跟着我走这个好几个版本都不好听，我弹一下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应该是之前剧里用的那个版本。这个就是剧里边用的那版跟着我走的那个弹奏版。绿豆有没有它？有它。想要谱。专辑是 CD 吗？专辑是光盘和 U 盘啊，光盘和 U 盘。来，大家还想听哪首歌？现在给大家越来越像你。好的。多少钱一张？是179，还没做出来呢。就是我弹的这些，到时候都会放在那个专辑里。越来越像你啊。
真要吉他这样弹的话，估计手都要累死了。这东西难吗？不难。好了，还想听哪一个？感觉我的手机电量还能弹2首。不说什么，我看一下啊。专辑啥价格？去看我抖音的简介。不说什么啊，跟着我走，刚才弹过了。我知道爱情里迷着彼此的感觉，我怀念一点小事情。期待过
次的感觉，所以我怀念一点小事就不安的道歉。一着笑点。什么歌不听不说什么？来首《救赎》。好的。救赎是哪首歌啊？是不知不觉那首歌吗？
这首歌真是难弹呐、这首歌比别的歌快了1倍。谢谢陈燕的眼镜，我还能再弹一首啊。可以买到吉他谱吗？专辑里没有，专辑里没有吉他谱，专辑里只有这个指弹版，但是没有吉他谱。图在干嘛？图在玩手机嘞，玩那个 pad 嘞。幸福阳光，幸福阳光我不想弹。礼貌和罗勇有吗？好像没有。我现在去把那个礼貌和罗勇的谱扒下来看一下。我在弹最后一首礼貌和罗勇，然后我就手机要充电了，就开始跟大家聊会儿天。充电直播不会发热吗？我没有充电直播，充电直播会发热，但是也可以充电直播。图图的手机，对，我在用图图的手机播。它这个竟然不能给手机充电。我这次理的这个头发就显得年龄小，就像小孩理的头。回惠州了吗？对，早就回了，回惠州都好多天了。叨叨永远18岁少年，这骗谁呢？骗鬼呢？图图是34岁毒舌正太，35了，更新一下，35了。什么时候去北京？不去北京。
图图最近过的生日吗？没有。昨天看到图图家人，他们对你热情吗？跟你有啥关系啊？不要少打听别人的家事儿。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哎呦，李茂和罗勇，看看这首，看看这个版本好听不好听。
谢谢了不起的瑞德送的鲜花。绿豆什么时候更新？下周吧。啥时候有刀版的礼貌和罗勇？原本那个跟着我走就是我跟图图一起唱的，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就改成图图自己唱了。行了，今天先这样吧。我主要手机没电了，我要手机有电的话，我把这歌全都录了。还有机会合唱吗？不好说。哎，来吧，开始聊天吧。你都不陪我。咋了，老公？陪你干嘛呀？我困。那睡吧你。别摸我的玉背。你还玉背上了。我老公怎么没出镜？我老公在玩，在床上躺着呢，没穿衣服就不能出镜。这个电脑屏太亮了，照得我脸也亮。那首唱给叨叨的歌什么时候可以听到？我们就是会放在专辑里，我们专辑最近在开始做了，然后到差不多半个月就要开始售卖了。我们是实体专辑哦，会放在这个实体专辑里。谢谢独处长安的为你闪耀。光盘和 U 盘一体吗？它是光盘，然后加 U 盘两个，就是一个就是它那个包装里边一个光盘，一个 U 盘。还有几集？14，一共14集。
什么时候更新绿豆？反正这周是不更新。这样脸就不白了。哦，一开电脑还是白，把电脑关了吧。谢谢比比的粉丝团灯牌。专辑的剧照是什么样啊？就是从短剧里边截的那个图。就从专辑里边选的一些图片。海报嘛还是随机的，不是随机的，就是歌词本。歌词本是每个歌词本就是设计好的。你的专辑吗？图图的专辑就是绿豆，叫绿豆，绿豆的原声带，原声带，用图图手机播的，是的。把美颜关了啥样啊？我看看。把美颜关了，脸上痘好明显啊。你是换发型师了吗？发线这个弄这么高，发线没动过。那图图怎么不出镜？睡着了？我不想让他出镜。图图以后淡出网络了，你们不知道吗？以后这个在直播发视频都是我发了，我直播了。图图他以前受这个网络所伤，以后就不出现在屏幕面前了，荧幕面前了。大家如果想要看图图的话，就关注二把刀的抖音啊！你们抖音上搜那个叫二把刀的那个人，搜他，大家都关注他。所以把大学节更新了，就是因为有好多人老是催他更新剧，所以他才退网的。他不想看到这种催更新的评论。导演被主演雪藏了，是的，导演被我雪藏了。因为老有人催更，图图就想那个啥，就想退网一段时间。明天是不是就更新大结局了？明天不更新啊，明天会发个通告说明天不更新。叨叨幽默风趣，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的？图图真的退网了，我没跟你们开玩笑啊。不然你看这么半天，图图怎么不出来呢？又演起来了，真没工夫陪你们玩了。为什么退网？因为老有人催更，他不想听见这些声音。
是不是被你下药了？他下什么药啊？图图要退网一段时间。因为图图穿越回去了，到过界咋还瘦了？没瘦啊！我这脸型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我身上壮，但是脸不胖。而且我今天穿了我们这个 T 恤，我们这个 T 恤是比较宽松款。找梁宇顺便买彩票发财去了。你们说穿越之后买彩票的人，你们就是那个，就是口嗨，就是完全没脑子的人才会这么想。你平常你会去背那些彩票的数字吗？你现在立马就穿越回去，穿越到昨天，那你能买到今天今天这个开奖的彩票吗？买比特币啊，图图根本就没有了解过比特币，他怎么买啊？你们说的简单，买股票、买彩票、买比特币，记住股价就可以了。当黄金肯定会买，肯定是买房、买黄金，血赚2倍不止。你们是了解这个了，你要是没了解这个，你也不知道要买什么。穿越的优势就是信息差。叨叨是不是瘦了？没有瘦，还是这样。如何才能让叨叨笑？就刷个嘉年华我就会笑了。因为我觉得笑很奇怪，笑很累。晚上好，晚上好。是不是最近没健身了？为什么这么说？谢谢祈愿的粉丝团灯牌，谢谢我要吃香菜的点亮粉丝团。酒吧还开吗？酒吧早就关了，关了2年了都。你看你就一点都不关注图图，酒吧都关了2年了。背景是图图打游戏的声音吗？是。老公，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那个？哪个呀？就那个呀。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难道对我一点想法都没有吗？叨叨直播比剧里狠劲儿多了。灵真骑手，那让张斌再牺牲一次。张斌后面回来了吗？还是这么下线了？不要问我后边的剧情哦，我不会跟你们说的。今天刚看完啊。我知道你是了。
现场再演一遍有亲切感。谢谢白天 OVVOVO 的点亮粉丝团。双眼皮更明显了，好好看。我双眼皮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我从小到大双眼皮就是这个样子。到底哪个呀？就那个啊。你怎么保养的没有黑眼圈？没有黑眼圈吗？就睡觉就好了，你睡够了就没有黑眼圈了。我感觉张万里可能跟你的合伙人翻脸了，我觉得。张万里就不认识梁宇的合伙人呢。剧里那个合伙人根本就没有他的戏份。谢猫哥的点亮粉丝团。你的 partner 在哪？我的 partner 在床上。合伙人活在台词里的角色，合伙人原本这个台词里合伙人有这个梁宇怎么倒闭的，但是后来剪的时候没剪进去。拍完戏会有阶段反应吗？没有。有什么阶段反应啊？我都跟图图谈上了，还接什么段呢？阶段。我们是拍完戏之后，后边好上了，就又延续了甜甜的感觉。我觉得最后应该是做了一场梦又回到现实了。刚拍完那会儿，确实，要从北京离开的时候会觉得很不舍，就是啊，以后跟这个百里屠夫以后再也见不上面了。就是以后跟图图再也见不上面了。虽然那天做的是头等舱，但是其实，还是挺不舍的。应该是和张大年见不上了吧？不是啊，就是你拍完戏之后，你感觉可能这辈子跟导演就不会再见了。他们之前说好像是有一个什么，之前好像筹划的有那个线下的见面会，然后他们说，就是我走之前补拍完之后，我走之前他们问我说线下的见面会还会来北京参加吗？我说我可能不会了，我说到时候如果真的有的话，我就线上参加吧。那时候就想的就是可能这辈子就不会再见了，因为导演在北京嘛，我也不会去北京基本上，所以就是就是挺不舍的。衣服好舒服，这个衣服是反正是挺厚实的。隋成想呢，反而直接拿下了，是。所以不久会变成下一部剧情，没有下一部了啊！图图不准备再拍剧了。你们的字好好看啊，谢谢你。你是要的签名版，还是说写的地址，还是什么？谁主动的呀？我主动的。图图他那个，图图是非常被动的人，在感情里。我在床上也被动。那今天晚上我主动好不好，老公？没有袋子上写的名字哦，因为发货的时候你要把每个袋子都标注起来，然后把袋子给那个快递员，所以就是为了防止那个快递员装错嘛，所以我会把
我会把每个人的名字都会写在快递袋子上。图以后干啥？我们以后就是做直播，靠网络乞讨为生。谁是10好难猜呀？这还用猜吗？我跟图图谁是1谁是0，我们向来都不掩饰。直播间看一天，基本上都知道了。谢谢阿甘的点亮粉丝团，顺便卖衣服吗？是的，我们现在主要经济来源就是我们的衣服。我们这个衣服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啊，如果你们想要的话，你们可以抖音私信我，然后我给你们发那个抖音的购物链接。就是我们上了抖音商城了这个衣服，但是因为我们店是新开的，没有那个店铺评分，所以没有办法上小黄车。但是它是那个抖音的商城的链接，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就私信我，然后把这个链接，就是把这个卡片，这个衣服的卡片发给你们，然后你们直接在抖音里边就可以下单，然后我也是发货，我也在抖音上发，还很方便，就是你们私信图图也可以，私信2把刀也可以，就是说想买衣服，然后我就把那个链接给你们发过去了。要是有综艺，你俩高低狠狠甜，我们平常直播的时候就够甜了。橱窗上不了，因为我们店铺是刚开的。叨币为多少？看着好多，我币为46，以后会开店吗？叨做一些日常用品的销售。我们这个衣服可能会持续更新其他的款啊，就是如果我们这款卖完的话，我们因为快到夏天，我们会做那个速干面料的衣服啊，我们会做速干面料的衣服，所以可能会就是会做那个新款。有短裤吗？后边可能会做。微信要通知哦。我们到时候应该也会上抖音链接的。梁宇有一天晚上我在你直播间小黄车下单，今天收到货了，好吃。是什么呀？是那个吐司面包吗？有袜子吗？袜子没有做，但图图现在没有出镜。图图已经推网了呀，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图图以后他就基本上不在荧幕上活动了。面包那个是挺好吃的，我以前跟图图经常吃那个，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贵。图图现在装听不见，就怕听见要那个，他不会的。我们今天下午都说好了，晚上我们要那个。跟谁说好？你自己说的呀。我不承认。你还说你老当益壮呢，你忘了？不记得了。反正今天晚上不那个，明天我们就去海边那个。那去海边吧。去海边在车里。你以为你推到明天你就能逃过吗？躲一天是一天。我告诉你不可能。我一会儿下播了，我就去折腾你去。这么开放吗？什么叫开放？那老夫老妻了，那总想做点新的尝试吧。明天该更新绿豆了吧？明天更新不了啊。求更新，都没有剪呢，更新啥呀？啥时候更新啊？可能是下周吧，可能是下周，也可能是下下周。不要催了啊！图图都被你们催的退网了。到底在躲什么？今天我发现那个
我们那个浴室的那个小的喷头被人用过了，漏水，跟我走的时候不一样，不知道图图今天带谁回来了。今天这个光好好啊，显得我皮肤都好了，脸上的痘都看不到了。步步都小心，不跟进。明天在海边你要小心哦，小心什么呀？我又不下海，我就在海边看海边转转，有什么可小心的？张万里走到你身后又来了，啥意思啊？大家学我把图图的第一个短裤从开始往后重新看一遍，看完绿豆也更新了。拷问图图，拷问他什么？这周更新不？这周不更。这周不更。谢谢莫优的点亮粉丝团。谢谢莫优的粉丝团的牌。这气温还下不了海吧？没人说要下海。我跟图图都不会游泳，就不下海。舌头好了，舌头好点了，舌头咋还能受伤呢？昨天太激烈了，昨天那个图图喝酒了，就是手上、嘴上啊也没个什么，也没个控制，就太用劲儿了，就把我舌头给弄烂了。什么时候更新？下周吧，最快下周更新。这也太深了吧！我们就喜欢玩大的。你嘴再没个控制，一会儿会不会小黑屋了？小黑屋了，我就跟我老公那个去了。我现在都等不及了。还能这样？那我下次的时候跟另一边说一下，注意点。巴不得关小黑屋呢，关小黑屋我就名正言顺的去找我老公，做些爱做的事儿了。谢谢浩南粉丝团升级。叨叨准备点绳子啥的，下回直接给他绑了，想干啥干啥，不用给他绑。图图他就是表面上就说啊不行，但是你要是真的想弄的话，他也就是顺从了。
所以基本上我要想要干什么的时候，他除非就是我不想干了，所以我就会放过他。我要真想干的话，他根本就逃不掉。感觉叨叨瘦了没瘦，就是可能肩膀宽了啊，显得脸小了。刀抽大团长没有，都在说很弱，我不想抽了。叨叨玩游戏充钱吗？充钱，我会充月卡和那个大小月卡，主要是。什么时候和图图一起合体直播？图图退网了啊！图图以后不在那个荧幕上出现了。叨叨怎么穿来穿去都是同款的衣服？因为这个衣服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自己的款，这个衣服是。又退网了？什么叫又退网了？什么时候更新 B 站的视频啊？下周吧，最早下周啊，最早下周，最晚的话就不限期了，看心情吧。心情好的话我们就更，心情不好的话就那个不更了。图图不出现了，账号也要注销了。是的，图图以后就要淡出网络了，因为他经常在那个经常被催更视频，然后更新视频之后又会被各种人骂，图图就不想这个啥了，不想在那个再活跃在网络上了，他想淡出一段时间，他想疗愈一下自己。看你打哈欠我也困了，我刚才打哈欠了吗？我刚才打哈欠了吗？回忆你什么也能记忆。还想听一遍图图讲叨叨第4任的事儿，都讲过多少遍了？那有啥要讲的呀？眼睛怎么肿肿的？没休息好吗？我眼睛没有肿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看起来我眼睛肿肿的。感觉你今天睡得好少。我昨天几点睡的？4、5点吧，睡到12点，也睡够7、8个小时了。最后2集下周会更吗？下周可能会更，但是不一定是2集。一是可能会更，也可能不更；二是不一定是2集。还有新剧会拍吗？没有，因为没钱了，拍剧太费钱了。除非有那个新的投资人，可能才会再拍。你鼻子好完没？鼻子不完美，鼻子毛病多，有鼻炎，每天都难受，每天都感觉鼻子里边有东西，老想吸溜。怎么最后2集有点慢更？因为不想更，心情不好，
什么时候心情好了想更了再更。让你老公舔舔就好了。你是没有什么生活常识吗？还是说没有进行过现代化的科学教育？鼻炎这个东西得了就好不了。我是怎么得的鼻炎？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我以前没有鼻炎的。期待最后2集，拜托求更新。不要催啊，不要催，越催更的越慢，越催越不想剪。我以前没有鼻炎，我的鼻炎是怎么得的？是有一次那个在部队的时候大扫除，然后拿那个大扫把打扫那个就是那个地方，我们是在打扫一个菜棚，菜棚里边有那个很多的灰尘，就是固体，就是固体的那种灰尘颗粒，然后扫完之后就是扬的全是灰，然后我就在那儿打扫卫生，然后就是可能是吸了几鼻子灰，从那之后我就开始有鼻炎了。我以前就是没有鼻炎的，就是从那之后鼻子就开始经常就不舒服，就是有鼻炎了。南方潮湿应该对鼻炎好吧？对鼻炎好那也好不了，鼻炎就是得了就好不了了。我反正是我有那个洗鼻器，但是有时候鼻子不透气的话，就用一下那个洗一洗就会好一点，但是还是那个样子。和咽炎一个道理，犯了巨难受。我也有咽炎，我也有鼻炎。特别是我咽炎，就是晚上吃一些油腻的东西之后，那就是老难受了，老觉得那个嗓子里边有痰，老想这样，然后老想咳，然后一直可能然后必须要吃那个薄荷糖，可能你晚上才能睡得着，不然的话那嗓子一直都巨难受。今年修身养性挺好的，适合疗愈自己，看你们直播就很开心了。坚持用红海盐水冲洗，坚持就好，不忽悠，亲身经历。我是用的那个用那个生理盐水冲的。洗鼻的那个没啥用，我觉得挺有用的。我觉得把洗鼻器配上那个洗鼻盐洗一洗还挺有用的。去大理待一段时间，需要空气质量非常好的地方可以减缓。注意粉尘，干活注意戴口罩就好了。口罩我真的戴不了一点儿，我戴着口罩我感觉就像要把自己憋死一样。就是我在疫情那几年，我出门我都不戴口罩的。这戴口罩就感觉呼吸都呼吸不过来了，就感觉要把自己憋死了。鼻炎感冒就会加重啊。我现在只要有点小的感冒的症状之后，鼻子难受，然后呼吸也感觉喘不上气，就很难受。然后感冒好了就好了。主播衣服好好看，在哪买？好想要。如果你们想要的话，你们可以私信图图的号或者是我的号，就是用抖音私信，然后我会把这个抖音商城的这个链接转发给你们，你们可以在抖音上面买了。现在这个衣服啊，不用加我的微信就可以买了。现在怎么了，老公？床好热。老公省点劲儿，一会儿用力捶我，不要捶床了。
真的很不喜欢这样，你天天给我那么大的压力。你啥大压力、焦虑症都犯了。那你不想做你就不做嘛。你看，压力好大。反正你是那种经常食言的人。给他喂药，你们当个人吧，行不行？喂药都整上了。蓝色小药片好使，吃蓝色小药片好像对身体不好吧？那应该是处方药吧？它不是那个随便能买到的吧？你们有谁吃过蓝色小药片吗？绿豆有其他平台上线吗？绿豆在油管上也上线。如果你想要把它搬到其他平台上也可以，但是你不要收费就好了，就免费给大家看。可以搬到别的平台上啊，你们也可以截取一些觉得精彩的片段发在抖音上啊，或者是小红书上啊，都可以。但是不要收费就好了。如果你们要发一些切片的话，或者是你整集的发到抖音上都可以啊，都可以。图图跟我不会追究你们的那个责任的。唯一的一点就是，如果别人问这个剧在哪儿能看，你们就跟他们说在 B 站搜百里屠夫绿豆就行了。叨叨图图为啥不发抖音？油管上是未删减版吗？ B 站上也是未删减版啊。B 站和油管都是同一个版本的，两个没有什么区别。感谢你们剧辛苦了，谢谢你。为啥不发抖音？你们可以发啊，你们可以截取一些片段发抖音，就是那个可以帮我们宣传一下。就是你们可以截一些绿豆的片段，然后觉得精彩的片段发抖音。就是你们可以随便发抖音，但是不要收费就好。对，抖音、快手都可以发，你们可以自己录屏一些觉得绿豆里边比较精彩的片段，然后发那个抖音或者快手。唯一一点就是，如果别人有人评论说这个剧在哪儿看，你们就跟他们讲在 B 站搜百里屠夫绿豆就好了。抖音全集不过审吗？如果不过审的话，你们可以把那个不过审的片段给删掉，都没关系的。不会侵权吗？不会的啊，没事。图图跟我都同意你们发，就是你们不要收费就好了。然后你们帮我们宣传宣传，就是可以说有人问的话，你们就说是在 B 站上看，这个 B 站搜绿豆看。给你艾特了一个翻唱黑刺猬的叨叨，可以去支持一下。我前段时间有人艾特我是他自己翻唱的，然后艾特我觉得不好听，然后我也没评论他，我也没给他点赞，我就装作没看见。我来自新加坡，是通过油管看的啊。绿豆停更了，绿豆可能下周那个啥吧。发了火了，图图又不得不拍续集，又给他施加压力。火了，图图也不会拍续集，除非是有人给他投资。就算是火了，图图也不会再拍了。
除非是有投资，因为我们手头也没有钱了。然后图图他也不想再拍这个剧了，他觉得太累了。什么时候更新？可能下周更吧。剩余的绿豆什么时候上线？可能是下周会更新吧。那他干什么呀？图图修身养性。他前段时间太焦虑了，然后身体也出现了一些状况。老公，你手术什么时候约的去做？等咱们更完的吧。那至少还得等半个月了，感觉。叨叨本来会唱歌吗？黑刺猬好听。我没有学过唱歌，我唱歌都是自己随便唱的。黑刺猬好听是因为我的音色好，音色好加上那个后期修音了，所以就好听。叨叨植发效果好吗？我植就植了一点，其实我这头发根本就不用植，那个医生也跟我说，他说我这个头发不用植，因为植了一点，所以你不太好说效果好不好。我不是大面积的植的，我就植了一点点。明天晚上有绿豆吗？明天没有。图图真是影视界的耿乐，这个比喻会介意吗？影视界的耿乐是啥意思啊？听不懂。剧确实好看，但是篇幅太短了，故事感觉没讲完整。女神本也隔天，故事讲的应该是挺完整的。你觉得没讲完整的话，可能是你没仔细看，也可能是没更完的。所以就是那个，我这辈子都没有办法，这么流利叫出老公，感觉自己不是通讯录。这话怎么说呢？我只能说每个人有每个人处理关系的方式。你要不想叫，那你就不叫，是吧？你为什么要留一点毛？我为什么不能留一点毛？耿乐就是小蓝创始人，我知道他是谁，但是我不太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拍一集成本大概多少？有没有可能说大家众筹拍续集？这个绿豆这个体量的剧，它的成本是50万啊，50万。你们觉得而且众筹现在是不能众筹，众筹好像不合法，图图说的。片酬高吗？没有片酬啊，我们没有片酬。哎呦，有招商吗？没有招商。图图干啥呢？咋不出镜？图图不想出镜。就是比较多的细节没拍，细节你们靠对话，靠那个文字，靠描述，自己想象就好了。或许可以开始收费观看，图图不想开收费观看。谢谢 D House 送的粉团灯牌。粉丝会付费支持的，图图不想开付费。
导演自费拍摄吗？是的，导演是自费拍摄的。粉丝爱图图，你们爱图图的话，可以支持一下我们的这个 T 恤，然后图图的专辑也在制作中了，到时候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我记得图图在芝麻之后就说要付费，后来没舍得。我不知道，他反正是不太会把自己的剧收费看。我就是看绿豆是免费的，很惊讶。如果你们想要支持图图的话，其实可以买我们的这个衣服。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可以私信给图图，或者是私信给我，就是二把刀那个号，说想买衣服，然后我们会给你们发这个抖音上的商品链接，你们直接在抖音上就可以下单。不需要加，现在不需要加微信了。后期我们的专辑可能也会上抖音的链接，但是它的那个专辑是实体吗？是，专辑是实体专辑，但是那个专辑的那个名称可能不会叫专辑，因为如果叫专辑的话，需要影像类的资质才可以上架。然后我们可能会用一个什么补差价类似的这种标题来做那个专辑，做专辑的售卖在抖音上。叫明信片我不知道是要不要什么资质，反正是影像类的 CD 是要资质才能卖的。专辑用什么播放？专辑是一张光盘加一个 U 盘，一张光盘加 U 盘。光盘的话，它会有那个印刷的封面，所以就可能比较有收藏的价值。如果你们听的话，可以插 U 盘来听。专辑会拍 MV 吗？没有做 MV， 专辑就是纯 CD， 就是纯音频。不过我们有那个歌词本。歌词本就是有一些剧照，然后配上歌词。你们可以买了之后，然后送人，就是当做生日礼物啊，或者是平常一些小礼物啊，可以送人。也可以自己留着听。图图的专辑你转卖，你当二手卖不就好了？当二手卖不就行了？没有必要，我为什么要挣这个钱呢？就是我就是一手商啊，我为什么要挣二手商的钱呢？绿豆13什么时候开播？绿豆要年后了，不是年后，就是下周了。绿豆后面要付费吗？绿豆后面不用付费啊，谁跟你说要付费的？身边没有同类人，我没有说让你去送，我只是说你们可以有这个选择，就是买了之后送人，也可以买了之后自己听。总共多少集？总共14集。他的意思是当二手卖就不用考虑资质的问题了。你们的意思是要上闲鱼是吧？但是我们一般直播都在抖音上，所以我们卖一般在抖音上就比较方便。然后如果我说你们去那个闲鱼上搜什么什么什么，万一你们搜的不对，就还找不到，就很麻烦。衣服在橱窗没看到，衣服我没有挂到橱窗啊。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私信给我给图图的这个账号，或者是私信给二把刀的抖音号，说想要买衣服，我们会把那个抖音的那个链接发给你，你到时候在里边下单就好了。我们没有上橱窗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抖音的这个店是刚上线的，它没有它分数不够，没有办法上橱窗和小黄车。所以你们如果想买的话，你就私信给我，然后我就直接把那个抖音的商城的那个链接发给你，你到时候下单就可以了。或者是你们加我或者图图的群，加我们俩的粉丝群，
我们会把这个衣服的链接发到群里去。绿豆制作成本有50万这么高吗？50万这都是保守估计了。50万就是50万，它的前提是你拍摄的非常快，然后时间安排的特别紧张，同时呢，你的这个剧组的盒饭安排在20块钱以下，这个标准是50万。今天的更新了吗？今天的什么？吉他是 Timber， 对，好像是这个吉他，好像是这个牌子。图图真的以后不直播了，对。头等舱多少钱？50万根本不够。还有剧组的那些工作人员其实都很要钱。然后其实制作歌曲也很费钱。你像这种影视的插曲，你要在外面买的话，就一首都要好几万呢。好几万。啊。剧更新了吗？剧没有更新啊。为什么图图不直播了？因为网上黑子太多了，图图被骂的心情不好，他就不想直播了。他想疗伤一段时间。我在那个闭关。马上进这个应用了。专辑大概什么时候发？专辑到那个差不多要半个月吧，制作周期，半个月之后吧，也可能是半个月以内，反正就半个月左右。13集、14集什么更？可能会下周更吧，下周可能会更新1集吧，不太确定哦，我不确定会更新多少集。专辑定价多少？已经定了，专辑定价179。你们想买的话，可以去那个2把刀看他的抖音的主页的简介，看二把刀抖音主页的简介。你们现在可以直接加他，然后预定了啊。因为专辑一共做了200张，200张不算少吧，但也不算多，可能就是如果你们买的晚的话就没有了。看2把刀的简介，对，看2把刀的抖音主页的简介。目前这个好像已经卖出去20张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因为有一个人他一下订了10张，他订了10张专辑，然后他说他会送朋友啊，或者是自己收藏这种。专辑是干什么的？专辑就是绿豆的原声带，就是绿豆里边的歌都会收录在专辑里边。专辑就是歌啊，就是图图随着绿豆上线的一些新歌。这周会更新吗？这周不会啊，这周不会更新，因为明天就周4了，我们还没有剪呢。可以出黑胶吗？没有黑胶，我们是出的光盘加 U 盘啊，光盘加 U 盘。你唱的吗？你去看一看绿豆，你去看看绿豆，你就知道有哪些歌了。赶紧回深圳玩，回深圳干嘛呀？一共有多少首歌？一共有7首歌，一共有7首啊，其中2首是老歌，就是在意我和那个小说的合唱版，这2首歌也会放进去。另外5首歌就是跟绿豆一起上线的新歌，像那个第10集的插曲《晚星》，还有那个就是梁宇跟张大年谈恋爱专用曲《跟着我走》，这2首歌都没有上线音乐平台，但是会放在专辑里边啊。然后还有那个片头曲《风筝》，还有《大夫与屠夫》，还有那个《黑刺猬》，这是5首歌。光盘怎么读取啊？光盘它的收藏意义更大吧，因为光盘它制作比较精美。如果你们想要听的话，它会有 U 盘，就是光盘加 U 盘，就是它一个光盘加一个 U 盘，歌也会放在 U 盘里。如果你们想听的话，可以从 U 盘听啊。
有没有芝麻？绿豆在哪看？绿豆在 B 站上看啊，去哔哩哔哩搜百里屠夫绿豆。在意我一直没上平台，忘记之前说啥原因不能上了，现在还不行吗？之前没上原因是因为它要放在实体专辑中售卖呀，就跟这个晚星和那个跟着我走这2首歌一样，不会上线平台的。因为他们要放在实体专辑中售卖啊。绿豆13集什么时候出？都21天3周了。我们不出了啊，不出了，别催了，不出了。光盘有些笔记本可以读。光盘没法读也行，因为我们随着光盘一起还有 U 盘的 ，U 盘跟光盘是一起的。绿豆是已经大结局了吗？没有呢，绿豆一共14集，目前才更到了12集。我攒了好久，上次一次性看完了，感觉后2集很难剪，是挺难剪的，所以图图就一直不想剪，我也不想，我就想着反正就拖着吧，因为后2集可能要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剪辑，要上一些技术手法，就不太好弄。就是想着能拖一天拖一天吧。老公有棉签吗？包里啊。有啊。要不出吧，没有结局就是最好的结局。出肯定会出，出肯定会出的，但就看什么时候出了，就慢慢剪吧。结局是好的吗？我说了不要问我关于结局的事情哦。专辑 U 盘也可以在车里播吗？我不知道哎，U 盘一般都可以插车上播吧？你 U 盘，我们的 U 盘就是正常的 U 盘，就是没什么特殊的，就比较很正常的那种 U 盘。滴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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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BB 挂的歌曲叫什么名字 ？BB 挂的歌曲叫晚星，叫晚星，就是晚上的星星那个晚星。但是你在音乐平台上搜不到，它会放在我们的专辑中售卖。我们的专辑现在已经在制作了，差不多半个月左右就会出来。如果你想听的话，可以买我们的专辑哦。我们的专辑是定价是179。一共做了200张专辑，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可以尽快找2把刀预定，去抖音搜2把刀，然后看它的主页的简介，它主页简介上有购买的方式。专辑会上平台吗？它是实体专辑啊，实体专辑它有一张光碟，也有一个 U 盘。
光碟加 U 盘，然后还有歌词本。专辑音频会上音乐平台吗？不会上，不会上。如果上音乐平台的话，那我们还卖专辑干嘛呢？谢谢小张送的粉丝灯牌。你老公呢？我老公退网了。还有歌词本是吧？对，有歌词本，有歌词本。这个物品清单一共是一个光碟的包装，然后加一张光碟，再加一个 U 盘，然后再加那个歌词本。可以做数字专辑，没有做数字专辑啊。数字专辑没有那个收藏价值，没有收藏价值。A4 还是 A5，这个我不知道哎。idol 的专辑都是小卡，这个我不知道。谢谢开心每一天的闪烁星河和热气球。有海报吗？没有海报，但是有歌词本，歌词本上面都是我们的剧照。都制作了还不知道多大歌词本呢？不知道，还是刚进入设计阶段。买专辑加叨叨微信预定购买吗？是的，是的。什么专辑？就是绿豆的那个原声带，就是绿豆这部剧里边出的所有的歌曲，所有的歌曲都会放在专辑里。我们是实体专辑，实体专辑它有 U 盘有光盘。U 盘加光盘加一个歌词本，还有一个包装。专辑可以签名纪念吗？可以。就是如果你们有要求签名的话，你们直接在微信上跟那个谁，跟二把刀说就可以了。谁唱的？图图唱的。里边有我一首黑刺猬，然后其他的都是图图唱的。衣服目前为止就一款吗？对，衣服就一款。如果你们想买，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一款。如果你们想买这款衣服的话，可以私信图图或者是私信二把刀的那个抖音私信他，你说想买衣服，他们就会把这个衣服的链接发给你，就是它是抖音商城的链接啊，你直接在抖音上就可以下单。叨叨越看越好看，咋回事？可能是因为我今天穿了这个好看的衣服吧。你们如果穿了我们这个衣服，也会越来越好看的。你唱歌好听吗？你去听一下我唱歌，你就知道好听了。绿豆在哪里可以看？绿豆在 B 站，就是哔哩哔哩这个网站，哔哩哔哩搜百里屠夫绿豆。百里屠夫就是我这个直播的账号的这个名字，百里屠夫。然后搜百里屠夫绿豆就可以看。超好听的，你想听我唱歌的，你直接去点那个，在抖音上搜二把刀，然后进他的主页有一个音乐那一栏，然后有一首歌叫《黑刺猬》，就可以听。或者你们去那个腾讯的音乐平台，就是 QQ 音乐呀、酷狗啊这些，你搜那个二把刀黑刺猬就可以搜到我唱的那首歌。谢谢 A 光的粉丝团灯牌。我的这首歌到时候也会放在那个实体专辑里哦，就是实体专辑里边的这首歌是无损的歌曲，它大小好像将近40兆左右，它跟那个音乐平台听到的版本不一样。吻戏很棒，谢谢。到时候这个专辑我自己要留下几套，然后送人。实体专辑在哪里买？实体专辑你搜二把刀的抖音，然后看他的主页的简介啊，主页简介。专辑会有你俩签名吗？如果你们想要签名的话，你在抖音上跟二把刀说，不是在那个在微信上跟二把刀说一下，
你就是把自己的收获信息发了之后，你说啊我要签名，签在哪里，然后签名的内容是什么，都可以发过来，然后让谁签，可以让图图签，也可以让我签，都可以。来晚了，什么时候可以买专辑？现在就可以开始预定了。现在已经开始预定了。我们专辑在制作了，差不多要制作周期是半个月啊，这半个月之后差不多可以买。我逞强的语气你听不到，我自的心境你却明了，这个写的很好啊。词和曲都是图图写的。黑刺猬的词和曲都是图图写的。U 盘什么样子？就是普通 U 盘，对，就是普通的 U 盘。先预售，我们现在是已经开始预售了啊。如果你们想要的话，记得尽快跟我订哦，因为我们一共做了200套，一共做了200套专辑，就是如果你们订的晚了，可能就没有了。明天会更新了吗？明天不会更。图图哪个大学毕业的？北影吗？图图今年就那个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了。突然想听图图是唱原版调的黑刺猬的。图图之前唱过啊，你是没赶上而已。订一个，你们想订的话，记得加那个2把刀的微信啊。就是去那个抖音搜2把刀，然后进他的抖音的主页，看他的抖音主页的简介。已经加刀微信，下播会通过吧？对，我下播之后会通过，我下播之后我就统一处理，然后加了之后你们就是可以直接转账给我，然后发你们的收货信息给我。然后就是如果要签名的话，你们再单独跟我讲一下，要要谁签名，然后签在哪里，这样。图图人呢？图图在床上趴着，图图在看我直播呢。老公，你怎么不玩游戏了？不充值打不过去。那你充嘛？不让你充。一个新游戏，不想充。反正你都是玩几天就不玩了，充吧，管它新旧游戏呢，也没啥区别。图图在自己的账号，在看自己的账号被叨直播，老婆你饿不饿？你饿了？我不饿。那你想带我出去吃饭吗？我想带你吹吹风。行。我们带粉丝一起吹吹风，好不好？好。那我要穿衣服喽。你们专辑的歌是在哪里录制的？在录音棚录制的呀，能在哪录呢？在我二姨家录的。在哪录的？在我二姨家。有私舅吗家？微信通过了，明天魏霞兰到时候再说。可以。我给大家讲一个昨天发生的好笑的事情吧。你闭嘴。我觉得我说出来我会被网暴哎。那你别说了。想说。你别说了。想不想听？想听请扣1。昨天2把刀发疯了。我发个屁的疯啊！我能叫发疯吗？是个人都有的正常反应，好不好？好，没人扣1，大家都没人想听，没人想听啊，没人想听，别讲了。差一点，昨天差一点分手都。图图永远舍不得他的黑粉。图图你怪他被网暴吗？我自己爆。他天天就自己就找那些容易被网暴的话题。来，
快扣一！我现在看屏幕啊，那个扣一，飘满屏，然后我就给大家讲这个故事。没人扣一。满屏啊，满屏，来，快速的刷。不够快啊，扣一的好少啊，想看的刷屏都没有。你们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好了，够了，大家受苦了，辛苦了啊！昨天啊，你别给自己找事儿行不行？反正我不露脸了，我以后我不直播了。那你还天天看人评论，你不？昨天呐，那个我跟那个二把刀本来那个约着说晚上去吃一家铁板烧，然后因为这两天二把刀都是比较辛苦，然后比较，就是一个当家主母的一个店，反正就是家里里里外外都是他整嘛，我就寻思找点好吃的，完了我就看了一下那个铁板烧。结果呢，我俩正看呢，然后好像要出门的时候，我哥突然给我发消息，我哥说：“你干啥呢？”完了，我说我没干啥，我亲哥，我说没干啥。他说那晚上一起吃饭呢。我说，因为我二把刀其实就是二把刀曾经说过，就是说什么呢？说那个就是，不想跟我家里人多接触之类的，而且呢就是，他本身他也比较社恐，所以就昨天我就支支吾吾，我就不想去。但是我哥呢，就因为过年的时候，我最近喝不了酒嘛，过年的时候也没喝上酒，然后再加上他临时约我，我说正巧呢，我妈一直在家待着，她也比较无聊，我就说那实在不行，叫着咱妈吧，我就跟我哥说，我叫咱妈，然后还有那个我小侄女一起过来吃嘛。完了，我哥的意思就是说，本来我哥的意思就没想叫我妈，没想叫别人，就想叫我和二把刀。结果呢，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说那个，我就跟我妈说那个你大儿子要跟我一起吃饭，你们一起来吧。完了，我妈就说她刚做好饭。我说那你就别做了，我说你就别吃了，你就过来吃吧。结果呢，就是那个时候是6点40多，小大夫下完班正好在家里，好像就在我妈旁边坐着呢。我妈因为她年纪大了，她有一个习惯，就是她接语音她都是那个外放。完了我就说那个啊那个你大儿子找你一起吃饭，然后我妈说啊那谁也回来了，那个怎么的。我妈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客气，因为正常的就是客气嘛。那你说。而且就是跟小大夫的关系其实处的也挺好的，完了就说那个就是让一让嘛，就比如说那个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啊，就是说，哎，上我家吃点饭啊，吃完饭再走吧，就那种客气。那你妈就完全不考虑你的感受吗？她就不考虑这事儿让你为难吗？我妈可能也不知道你在旁边。怎么可能不知道呢？那她怎么能知道呢？那我们啥时候不是在一起啊？那她不知道吧？那不可能说啥时候咱俩。那吃个饭肯定是一起吃啊。完了呢，我妈就说那个小大夫也在家呢，小大夫一起去吧。其实她是跟小大夫说话，她不是跟我说话。然后我就特别尴尬，我说就我就在那尬笑，然后呢，我说那也行，我说那个那啥，我说那个。他愿意来就来吧，然后正常人是不是应该直接拒绝，说别让他来了？是不是？我说哎呀，那也行，让他来吧。其实我也是在客气。哪有这么在这事上面客气的呢？对吧？他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哪有这个事上客气的？反正就是。他就摆不清自己位置，就这个人。反正就是那个，就大家都是客气，然后就是，其实二把刀也没想来，后来吧，其实二把刀我觉得他也没想来，还客气，这是客气的时候吗？你吵什么呀你？其实人家小大夫吧也没想来，
小大夫就是突如其来的被邀请了，然后那个再加上那个就是说我不想回去，就回那个别墅求我妈去，因为我妈她在打车嘛，她年大，她不会打那个车。完了那个小大夫可能也是想着说，哎，那就送过去吧。但是小大夫听着我干笑了2声，就是尴尬的笑了2声。小大夫其实我妈挂了电话以后，我妈就说小大夫其实不想来，当然这是后边发生的事儿。然后我这边呢，我说那行，那你们出发吧。结果我挂了电话，二宝刀就在旁边就炸了，他也是坐在这个同样的位置上，然后他正在给我那个整那个专辑封面呢，然后他说，那你让小汤我给你整吧，然后就突然就蹦起来了，你知道吧？我说我也不是这个事儿，我也不怎么样，然后他就在那块吵起来了，完了我就是你自己模棱两可的态度就有问题。然后他就蹦起来，我说这个事儿我也不是说我们蓄意这么做的，这事儿赶事儿嘛。完了我就在那块哄他，然后紧接着，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啊，小大夫太累了，人家不想来。完了我妈说那我也不想去了，我说那你们来吧，我开车去接你们去。然后紧接着，然后那个二把刀我就说那你等会儿去吧，他说我不去怎么样的，然后他就不来，他也不参加饭局。然后我就开车去接我妈，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你瞅你大儿子一个电话差点就是干起来。我妈说咋的了？我说二把刀人生气了呗，你叫那个小大夫。完我妈说那就客气。然后那个其实那个小大夫人家一开始也没打算来，就是客气，他小大夫也懵了。正常的就家里聚会人小大夫也不会来。再一个呢，小大夫紧接着然后就是饭也没吃，然后就上楼上躺着去了，就说这个身体特别不舒服之类的。然后我妈说你搞这事儿，就两边都吃素了。完了我妈说。你们圈儿还这样？就我妈的意思就是给我妈笑完了。我妈还有我哥听到这种事儿，因为我们昨天那个就属于家庭聚会嘛。然后我哥说啊，那个二把刀也这样，就觉得太好笑了。然后我也是觉得说，昨天二把刀的那个状态也是太好笑了。好笑吗？你发生在你身上，你就不觉得好笑了？那你让小大夫你剪吧。我说我也不是有意的，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自己就对待这件事模棱两可的态度就有问题。他还是不理解，这个也难怪他不理解，这就事儿赶事儿嘛，谁也不是有意的。已经红温了，昨天没笑死我。你们家里人也是能拱火，这有什么可笑的呀？那跟他们说一下，下次注意一下就行了。咋的呀？人家也不是说有意的呀。那这些事儿是客气的事儿吗？那你想咋的呀？啥我想咋的？你想咋的呀？我想咋的你自己心里清楚。不去。你爱去不去？不去拉倒。不吹风了，我也生气。我哄他咋呀？就喜欢看二把刀吃醋生气呢，我不喜欢，我也不是谁，这个昨天这个事儿谁也不是说谁故意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家人吧，那东北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知道，就是说东北人那个劲儿，东北人就是都上我家吃点啊，那个晚上别做了，在我家吃吧，就那种啊，就是可能就是东北人可能就这个个性。昨天这事儿赶事儿，对，他没有别的意思。
也不是说故意的，就是说这个事儿把它变成这样的。叨叨在乎你啊，土豆，是。别生气了，早就不生气了。本来这事过去了，他非得搁直播间提这一嘴。不是说事赶事儿处理的方式不对，那我咋处理啊？这个事我没法处理啊，这不是事赶事儿吗？那我咋处理啊？你告诉我咋处理？你们出现这种事你咋处理？这里的妈妈是图图的妈妈，不是。得好好哄叨叨，我哄他干啥呀？惯臭毛病。就是我对你太好了，跟你吵几次你就不会这样了。反了你！带叨叨出去走走吧，不去就直接拒绝，咋拒绝啊？人家那个我妈邀请小大夫，那我在旁边说啊，你别让小大夫来，怎么样的？那多尴尬呀！对不对？你是尽把好心用在不该用的地儿了，完全不在乎自己身边人的感受。那谁知道他在旁边啊？我妈也是不知道咋处理这事儿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前任要住家里？我让前任住家里，其实我就有一点点，就是我都跟大家说过了，就是我本来吧跟他分手的时候就是算是好心想给他首付买个房子，但是呢，你说我这个好心办坏事儿呢，因为我就觉得说2年了，给人有点补偿，然后就首付个房子，以后他也有个家之类的啊，我也算是前任能做的一件对他最后好的一件事儿。结果呢，你说给人首付买了个房子，人家从此背上了房贷，然后再加上房子，就他那个房子离他住的地方也比较，就是离他上班这也比较远，所以他要再去租房子，再去供房贷，我就觉得挺那个过意不去的。然后我就在想说，反正我也不跟他一起住，我也就是到别的地方生活，所以就让他住在家里吧，因为他跟我家里关系也不错。把前任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然后现任这边呢一点安排不明白。现任咋的呀？现任你不是跟我一起吃香喝辣了吗？他就是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现任咋的呀？现任我对他有很差吗？现任让你帮我发个货，你都不帮我发。那我不是困吗？昨天我不喝多了吗？不是还给你买车了吗？对呀，他这个他不说了。买车归买车，那这件事儿是这件事儿，那你因为买车，那就他所有事儿都念着他好了，就是他一点毛病都没有了，所有事都是对的，跟买车有啥关系啊？有点像电视剧那种直男前夫。我觉得我能做的，我就尽量去做嘛。还有一件事，我跟大家讲，既然图图就是觉得被网暴无所谓，我就跟大家讲一讲。之前在北京的时候，我说我还没有见过那个什么，还没有见过那个什么下雪的紫禁城呢。然后图图说啊，那我们下次下雪的时候，我就带你去北京那个故宫，我们去看一看。结果呢，北京那天下雪了，他一整天就情绪不对，为什么不对？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不对，他说啊，我之前答应了我前任说要来北京看雪的，然后现在下雪了，我就想到了我的前任。
然后整天情绪就非常低落。然后我就说，我说你还答应我去那个，你还答应了你的现任去那个故宫看那个紫禁城的雪呢，你也没带。然后他呢，他就说啊，以后有的是机会。然后后边北京又下了一场雪，他呢就在整个下雪的时候，他都在睡梦中度过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离开北京了，不在北京了。我就觉得他就是脑子有问题，他自己现任都还没有安排的明明白白，然后他满脑子在想他的前任，就是他答应现任的事都做不了，然后他还在那缅怀前任起来了。图图就这样扎住叨叨，是的。有一个人说，超级答辩，叨叨为什么会喜欢图图？图图哪里好了？来，当事人回答。图图唯一做的不好的就是处理他跟他前任的关系，这一点上。图图的前任是龙二吗？不是。图图还经常在直播间吹嘘自己说啊，二把刀看到我对前任这样，他也会觉得他是个有性欲的人。我说我不会这么觉得，我只会觉得他放不清楚自己的位置。你们也不觉得？恰克图，我不是恰克图。别难过，我其实没有难过。这种事情就是只会在发生的当时会有一些情绪，过了之后我就不会因为这些事情难过了。直接郭靖黄蓉，别学张无忌。我今天跟图图也是开开心心的出去吃饭，然后在家里玩，本来也挺开心的。他一提到这个事情，就是提到这个事情，我也只会就是在这一小段时间里边，然后有一些情绪。过去之后，其实就不会这么生气了。你觉得你一直做的挺好的呗？我当然一直做的挺好的。你做的好啊。我做的好啊。那你昨天还要穿着你前任的衣服，然后一起去健身去？我只穿个衣服而已啊，我又没跟我前任联系。你还跟我说那件衣服是你前任的，完了你穿那件衣服穿的特别暴露，然后要去健身房去健身去，完我让你扔你不扔。那我现在不是扔了吗？我昨天不是扔了吗？那你之前一直没有你之前一直没有要求过我去把它扔掉啊。要求？你没有要求过呀？你没有，我没有要求。没有啊。你真好敢说呀！你只说我说要把这个送粉丝或者卖给粉丝，你说这个不行，然后这个你前任的个性，完了你把你前任的衣服送粉丝卖粉丝，完了然后你前任再找事儿，真是好。那我不是扔了吗？我昨天不是扔了吗？那你做的好啊！对呀，我当然做的好了。那当时你前任在网上黑我的时候，完了你的态度也让我觉得心寒的。我什么态度啊？你什么态度？你说别跟他一样的之类的，怎么样的？然后让我承受这些东西，当好笑了，我不愿意揭穿你。我什么时候让你承受了？啊，那你就没有从那个甲骨龙事件里边吸收任何的教训吗？我董明珠，我不是甲骨龙。你自己还前段时间还说呢啊，甲骨龙这个事情让我学了好多。咋的了？那你就是护着你前任啊，我护着我前任。我没有护着我前任，我只是说让你不要再挑他的事儿，就是你不要再挑拨他的情绪，他挑拨他情绪，他可能在网上说更多难听的，造更多的谣，我就想着就没必要。怎么就没必要？我也不是说要顾着他的情绪护着他，
你就是护着他，那你，咱们就说一句非常现实的话，那他有什么东西没归还你，还用我点破吗？那如果我对我前任的好是1的话，你对你前任那就是99。那你也就别在直播间里就说我这那这，你自己也摆不清啊。我有啥摆不清的？那你现在把你前任欠你的东西要回来啊？那我要回来怎么办呢？那你现在就要。我要回来怎么办呢？你赶紧要。你说我要回来之后呢？你赶紧来。啊，我要回来之后呢？然后呢？然后呢？虽然你有本事啊。啊，那我要它干嘛呀？那你看。那对你有什么改变吗？没有。没有，我要它干嘛？就这样吧。那好笑。你才好笑嘞。那好笑了。我告诉你，因为某个人，咱们俩不知道吵了多少次了，所以我不想再因为他跟你吵架。你有什么好吵的呀？以后你就不要让这个人出现在我的耳朵边上，我的生活里。干嘛呀？就像你不让你那个大姨还是大姑出现在你们生活中是一样的道理。我不想再因为这个事情跟你吵架。咋的了？好笑了。吵架才是常态。我其实很少，我其实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就是现在吵完之后过一会儿就没事了。但是我就是上脾气上来的时候就要把话说清楚。不讲理谁不讲理啊？你们不知道的事儿多了，我这是给2把刀留着面子，要不然呢？过一会儿就笑嘻嘻了，有些事儿我就是不说而已，但是有些事儿吧，2把刀也理亏。我理亏啥？再理亏我也是什么都结束了，什么都没有了。你之前处理的一点都不好。处理不好那也是结束了，那也是没有了。那凭什么你说结束就结束啊？那人家也不在网上随便乱说话了。哦，那他对我影响就不说了。然后呢？所以呢？不说了。所以你就要把这两事拿来做比较，然后争个高下，争个输赢吗？哦，那是你现在在发脾气哦。我在发脾气是因为那件事发脾气，你呢？你就主动提起我前任，然后两件事要做个比较，然后争个高下，我就不知道这有什么可争的，就事论事就好了呀。我为什么不能做比较呢？这有什么可比较的呢？我只是在说当下的一件事情，你就开始翻旧账。图图不愧是 ENTP 辩论家。让图图别说，图图就二别吵了。我觉得这也不算吵吧，就是在做一个争论。你就是有一点打嘴仗啊。这确实不算吵架，算吵啊？这怎么不算吵？吵起来。叨叨都冷静了，话外音也冷静一下吧。你管我，我在我的直播间，我愿意咋说咋说。不愿意看出去。赢了有奖品吗？赤霞聚光。我们那个车载那个香薰的味道就叫赤霞聚光。我们的那个香薰的味道。想到前几年吵到天亮，谁跟你吵到天亮？容易堵的话，我是不会堵的。我基本上就，情绪来的特别快，去的也很快。
图图为啥和前任关系这么好？我跟每一任都挺好的。怎么购入叨叨身上这件衣服？你可以私信给我，或者是私信给图图的这个号都可以。就是你说别私信我，你想买衣服，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抖音商城的链接发给你啊，你就可以在抖音上直接下单，也可以那个搜抖音搜二把刀，然后在二把刀的抖音主页看它的简介，也可以下单，你是吵架了，一直放在心里，所以你单身。好笑。我觉得叨叨衣服挺好看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上的这一款，我们现在卖的这款衣服。觉得叨叨的衣服挺好看的，买10件。话外音好吵，出去！我的直播间，他才是话外音。我也觉得衣服好看，你们如果觉得衣服好看的，可以私信现在这个直播的图图的抖音号，或者是我的抖音号。别私信我。就是说想买衣服，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抖音商城的链接发给你。可以私信这个图图的抖音号啊，别听他瞎说。我不卖。你还反了你了是不是？滚开！起开！别整我啊！恶心！你才恶心！感觉图图故意想吵架，我没有想吵架呀。练的一半没什么文化，就长得还行。你看看，人都有说你的。说你呢？你咋看不见呢？练的一半没什么文化，就长得还好看，还行。练的一半没什么文化，练的一半啥意思？我看他练成什么样，连个脸都没有。图图过去吧，咋过去啊？什么过去啊？过去什么呀？被利用还不自知啊？是那个人呐？啊，又来了。事情过去不提了，提了咋的了？是新加坡那个拉皮条的吗？不是，是有一个那个 MB 的那个朋友。那就是拉皮条那个新加坡拉皮条的。他都练的一般，怎么讲健身？是。其实我也不懂健身，我都是瞎练的。我觉得2把刀练的也一般。我都是在网上看那个，就是看别人那个讲解，然后自己看别人讲，然后也不按照别人讲的练，就是还是会按照自己的那种方式去练。怎么吵起来没听见？就是我觉得刚才我给大家复一下盘啊，就是我最不满意2把刀说的一句话，就是他居然指责我家里人处理的不好，这个我是特别不满意的。对，这个就有点缺心眼儿。再怎么的也不要就是说人家里怎么样。怎么还有人拱我？没事儿。可能是处理前任处理的不好，我觉得我处理的挺好的。健身会忌口吗？健身不会忌口，我健身不会忌口。小心眼，而且是他说那个啥，不想接触我家里人，完了他现在也整事儿。我是因为啥不想跟你们家里人接触的？因为啥呀？
为什么不想接触？总感觉图图没放下小大夫。聊聊健身吧。健身没啥可聊的，一聊健身，健身房那个直播间没什么人的。婆媳出了问题，老公要硬起来。你家人出人不好，主要是因为图图自己立场不太对，自己先没处理好。我只能说你们吧，对很多事情眼界太窄了。百里屠夫就是个笑面虎，有你后悔的时候，青春都搭进去了，什么都没落。我想入门练肌肉怎么练？你最好找一个入门的话，最好找一个教练啊，最好找个教练带你。这个叫汉克啊，他跟我在一起他就没青春了，我们在一起都立秋了，现在是那个冬天了，还把青春搭进去，他青春都没搭我身上，别赖我。我是笑面虎，我承认。那个叫汉克的，你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句话，你能不能有点新的话题啊？你来来回回就那么些话题吗？绿豆一共多少集？绿豆一共14集。哪方面家里人就是管什么？哪方家里人就哪方管理就是了。另外看开点儿会好多。这周结束了，这周不更新哦，这周不更新，这周还没有，就是还没有剪出来。我劝你，你不听，我能咋办？你哪位呀？你什么货色呀你劝人家，你什么出厂设置啊你？还你劝人家，你是什么东西啊？你劝人家，你有说明书吗你？到过年回家待几天？我待了3、4天吧。还你劝人家，你是什么成功人士吗？劝人，什么东西呀？叨出柜了吗？我没有出柜，半出柜状态。家里哪里？家里是河南的。好想看叨家暴。趁年轻多出去走一走，亚洲先走一遍，欧洲走一遍，你把时间搭在北京老破小里不憋屈吗？那你出钱呐，你别嘚儿的了你。后面2集什么时候更新？后面2集可能是下周可能会更新。土豆和小大夫谁提的分手？我提的。如果更新就结束了，伤心。更新可能先更新1集吧，不一定会更新2集。更2集的话，我们的压力有点大，就是剪辑的压力有点大。家里人一般不会看到这类的直播。你把那个汉克拉黑了？没有啊。他怎么死了一样呢？你让他掏钱，人家没钱，人家可不就是装聋作哑了吗？13是还没开始剪嘛，剪了一部分了，但是还没剪出来。汉克来了，拍的片子廉价感十足，我都看不了2分钟就关了。你们没有猜，拍摄永远不会红的。
任何人都比你强，就是路边的一坨狗屎都比你强。你给你起这个名字起的，汉克。汉克，不要岔开话题啊！你不是要让我去旅游吗？那你往我直播间里刷点礼物吧，然后给我资助点经费，然后我就按照你说的去旅游，行好不好？啊，不要岔开话题啊！不要岔开话题。你要有钱你就刷点，没钱的话就不要在那儿说这说那的。小薇被母亲扇嘴巴那把，那集看哭了啊。这叫汉克的生活当中就是没什么朋友，完了找了一个那个 MB， 他以为跟人家是朋友，结果他还不知道人是 MB。是。就是别人可能只是跟他只是加了有个微信，然后他就觉得别人是他的好朋友。叨叨和图图在一起有压力吗？他有吧。压力是来自生活上的压力，主要是。MB 就是 MB 啊 MB 啊。这叫咖啡兔的说，图图以后还会回到自己的时空拯救什么剧情吗？不剧透啊。小薇走那期感觉好可惜，这样张大年没了朋友，这个汉克死了吗？拉黑了？没有。又装死？没有，我说了，一提到让他刷礼物，他就装死了，取钱去了。现在都是网银，哪里需要取钱呢？小张，你笑死我了！我出了名的毒舌。前几集刀子穿那件衬衫也好看，那款现在已经不卖了，就是那款是优衣库的，现在已经下架了。图图很爱跟这个汉克斗嘴，因为他每次来，我干嘛呢？他每次来都是说那些话题，就跟神经病一样。不然我干嘛呢？直播好无聊的。百里没有做导演什么天赋，后期不努力拍的什么玩意儿？人抖音拍的段子比你们演戏强，你有什么本事啊？你总说我没什么本事，我没什么本事，我还去北电去揪了，你有什么本事啊？啊，我没什么本事，我这个10年拍了5部戏，完了热度也非常的厉害，海内外国际上的一些国际友人粉丝，而且我们拍剧还有人投资，那你想想为什么呢？而且你是什么东西啊？你生活当中你有什么人支持你吗？你找个 MB 当朋友，你天天就乐得不像样，到处宣传你有个 MB 朋友，你什么东西啊你？他不是找 MB 当朋友，是他把人家当朋友，人家跟他就只是个微信好友关系。热度还没听过你的剧，那你他妈看的是啥呀？你没听过我的剧，你看的是啥呀？你脑子思维比较混乱，一坨屎的一些那个思维构想，你还在这块学人毒舌？你先开个窍吧，你先把你那个脑子里的屎挖一挖，清干净，然后再学别人毒舌。你什么东西啊？你这左右说话都自相矛盾。你他妈不知道我的剧，你看我的剧，还看了2分钟，你是死人吗你？你说话你不带脑子说话你？眼睛那么刻意，完全看不下去，那你他妈还看？啊？你这不贱吗？你们天生你就是那个属于贱奴，你就是。你骨子里你就是那个下作的那个狗样子，完了在网上整一个小号，然后在那块学人毒舌，什么东西呀你？图图认识张文爽吗？张文爽导演好像还探班我们绿豆片场了。脑子里长屎，你就别学人毒舌，对不对？天天说话自我矛盾，
啊，一会儿没听过你的剧，一会儿看了，一会儿没看，一会儿你的演技怎么样，一会儿怎么样，你天天你嘴跟棉裤裆似的，你当当当当当。啊，从你活着你都是一个悲剧，啊，你是那个 bad ending，对不对？啥东西呢？你说你家里没有教育好你，没给你定时吃药啊，出来丢人现眼。你爹妈没给你名字呀，你叫个汉克。你爸姓 H， 你妈姓柯，你叫汉柯。什么东西？你说有时间拍烂片，没时间去学表演吗？我他妈学表演的时候，你还在那个玩屎呢。啊，你懂得溜啊你？你演一段啊，有人看你在那块玩屎吗？对不对？生活当中一个朋友都没有，在网上找存在感了。你能找着二把刀这样对象吗？天天在这块吐槽我，人家二把刀天天迷着我，天天还天天跟我贴贴，你有什么本事啊？赶都赶不走，还天天在我这块挖人家二把刀去全国巡演呢，你什么货色呀你？你有几个钱呢？天天在国外那，说不定在国外那个流窜卖淫呢你。什么东西？白呀，老公，还有男子气概。哎呦我天呐，我都不懒得说你，你说你就，哎呀还叫看看，你什么东西？那个刻意完全出戏。你不是没看过吗？自己认识不到吗？我认识不到，我的评论区里都说还挺好的。啊，你自己没品，那你自己去治治你自己的问题，对不对？别再奖励汉克了，天天在那块儿，就是说没看过，结果他妈就在那看，还说什么除夕。你可别磕上了，看着看着。要夸他，他能闭嘴。拍的确实很烂，烂你就别看，别自己犯贱，啊。别自己长得起的名都下作。你还天天是什么让人是什么东什么那个什么马来西亚，你好像就是那个东南亚那种那个就是乡下的那种就是女仆生下来的孽种，你还在那块儿人哎妈去个越南去个泰国你牛逼死了你中国你不让你入境是怎么着？一辈子你就是个贱奴。原来黑粉的流量是这么来的。但凡拍的好一点，我都高看你俩。你就是一坨屎，我让你一坨屎高看我干什么呀？还让你高看两眼，你是什么货色？你就是那个粪坑里毫不起眼的一坨，你还是个稀屎，你就是个稀粑粑，你就是那个上面都是蛆的那种。你天天你就生活在那种环境里，啊，你的亲近就是区域，啊，你每天的生活来源就是你的主人拉的屎，让你融入你的家庭越来越壮大，啊，
无情在那映山，你一个屎，你当然没有情感了。你看2分钟你就看出来映山了。看着你尴尬，你尴尬是因为你出身不好。什么货色呀！你这哎呦我天，天天在网上就是用一个账号，你有本事你发你自己的照片，你让大家看看你长什么屎样子，你敢吗？你天天在网上就是用小号去喷人家，你自己长什么样子？你现在发一个来，让大家看看，就是看完你大家都提示那个啥了，提示违规了。你高攀不到我，你什么货色呀？还不高攀不到你？农村你这样的一把一把的。已经有人在这个微信上给我预定专辑了啊！我现在正在处理。还你高攀不？妈呀，你是什么玩意儿呢？你是天天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啊？你是不是住不了境啊你？啊，你不住境踢死你，一脚他妈踢死你！小垃圾。叨叨有好多白头发，是健身导致的吗？没有啊，不是健身导致，就是年龄到了。停播了我就不播呗，有啥了不起的呀？每集播放量千把次，点进去也发现每集的播放量1000把次，笑了。咋的了？1000把次你看不上啊？那你有什么成绩吗？你现在你唯一的成绩就是你的屎家族，你就是臭味十足。你有什么流量成绩吗？你给大家看看。啊，可能你发你自己的照片，可能就有流量了，可能就是，大家都觉得就是想吐，你有什么本事呢？别理他了，图图。我没有理他呀，我就是在让他认清现实。还1000把量你都看啊？你们2个人刷了几百次吧？没有，2把刀就刷了40多次而已。我就刷了2、3次吧。他没事他就看。他一遍一遍的刷，那我管不了，啊。我每天看3、4次。几千流量都看不上了，我们几千流量我就觉得还不错了，啊。一遍一遍欣赏自己的美貌吗？他就是爱看。谁呀？一遍一遍欣赏自己的美貌吗？你是没长过这样，你要是长我这样，你就知道你为什么喜欢看了。叨叨这么多人喜欢，不会有压力吗？毫无。只要你真心对叨叨就好了，别将来遇到新人就过河拆桥。你是什么货色呀？神经病啊！你还在那块儿，你是人叨叨都不认识你，你哪位呀？你在那块儿就是。你充其量也就是叨叨家里的那个丫鬟，然后最后卖给了什么什么什么，你就是那个甄府里的冰儿。
你还当着那个亲戚了？你人家现在是熹贵妃，你什么货色呀？你让你上的这揭发他了，完你才有画面儿。哎呀妈呀，你什么货色呀？这么多人喜欢叨叨，我毫无压力啊！谁有本事谁撬去，啊！你们有本事吗？天天在那块叫啊叫的，没本事。刚进来发生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在那块练嘴儿呢。看了2分钟你的戏，脸上就一种表情，所以呢，无人在意。完全入不了戏，那你就吃2口屎。我没有自己的叨叨，只是喜欢你们在一起的感觉。我没有自己的叨叨，只是喜欢你们在一起的感觉。哎呀妈呀！妈呀！我就说刚才有个 ID 看着特别眼熟，这是一个长得特别好看的一个小孩儿。那个叫什么大野猪，大家去关注大野猪啊，非常非常的好看。真的很好哭，是。我不是无脑粉，我是真心提建议，你要虚心接受。你是个粑粑啊，你就是个粑粑，你还你的虚心接受，你什么货色呀你？还是那句话啊，你要想证明你自己是对的，你拍出点东西让我看看你是几斤几两。啊，你没什么本事，你在网上就是当那个键盘侠，你除了打字，你打字都没我说话快。啊，那个 MB 的朋友理你了吗？你俩说上话了吗？他会给你打折吗？特别逗，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人在网上说什么，这个人绝对认识你前任，因为你前任里边说了一句，就是你前任那个聊天记录里说了一句话，有一个人跟你前任爆料说什么，百里屠夫曾经勾搭我一个朋友，然后我一个朋友不搭理他，结果应该就是你吧，你居然黑我黑到了2把刀的前任那儿去，那我就实话告诉你，而且大家不明白这个事儿，我就告诉你，是你那个 MB 朋友跟我说是我的粉丝，啊，总来我的酒吧，然后呢，我知道他是个 MB， 所以他来我酒吧吧，我每次我就不搭理他。他说啊，想跟你喝一杯酒，我说你要想跟我喝一杯酒，你就给我发一张你的性感小照片，我就过去。他一直不发，结果呢，你认识他，然后他就跟你在那块胡言乱语，在那块抬高自己的身价，结果你就去人家那个2把刀的前任那块黑我。这一系列的事儿，我就跟你总结出来，啊，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出身，到底产自哪里，
啊，就你觉得那种货色的人是你的朋友，或者说，哎，在你心里已经成为了就是男神级别，但在我这，我一眼我就看出他什么货色，只是你拿他当个牛逼人物，啊，说你这个审美和你这个圈层吧，还在那块就是还加微信去到处搁那儿造谣，真的是，你在直播间造谣也就算了，还加微信去造谣。就你这种几斤几两的货色，哎呦我的天！人家挺好的，到处旅游赚的不比北京少。废话，他是 MB， 他不到处旅游，他的当地的客户都已经被他挖掘完了。为什么全国可飞呢？你觉得他是为了旅游全国可飞的吗？瞅你这点认知吧你！黑粉还能知道我微信，不是我的微信，他是加了我前任微信，然后在那前任在搁那说。笑贫不笑娼，所以你的终极目标就是让你全家人走上那个娼的路线，是不是？你想让你妈也当娼去，这是你的终极目标。还笑贫不笑娼，你的志愿可真是远大。你就这点志向和这个目标，你还别来点评我，你不够格。你带着你全家致富去吧，千万不要在国内啊，国内这个犯法。啊，他告诉我他是教练，我告诉你你是一坨屎，你是个垃圾，你怎么不信呢？他告诉你就信，你就是一坨屎，你就是一个垃圾，你信我的？老公，我们做的专辑到时候有塑封吗？啥叫塑封啊？这上面一层塑料啊，当然有啊。那如果想要签名签到里边咋弄呢？就他就得说呀，他说你要签在里边的话，我就得给你拆包装啊，你拿到你就是没有包装。大家本质都一样，都是为了你在这找金主，别在这装菩萨。这叫 hunk 的，一看你就是一，你没有好身材；二，你不有钱；三，你喜欢就是当网红。所以你的眼界吧，只能看到这些东西，不是所有人都在找金主。啊，起码人家200刀没有。就因为你极度的自卑，你的眼界只能到这儿，所以你专辑做好会发视频吗？会，应该会发。我们直播的时候，如果做好的话，我们直播的那几天也会在直播间里展示的。小哥哥好好看啊！你到处巴结别人投资，本质和那个教练一样。那你他妈放屁呢？你他妈上班让别人他妈下单，你他妈也是 MB 呗？你他妈说话长不长脑子呢？而且，你不知道你别在那瞎说。我的所有的投资都是别人来投资我的，不是我去巴结的。你不要在那块就是说，哎呀，在那块是胡说八道了。有机会你可以多来我的直播间，你看看那些曾经给我投资的人还来我直播间对我的赞赏和认可。提示违规了。违规怎么的？我该说我就说。提示骂人了。还什么我巴结人家？哪个投资是我巴结人家来的呀？他就是搁这造谣呢，就是故意说这种话。
如何预定你们签名专辑？就是我这就是比你牛逼的点。搜抖音搜2把刀，然后进他的主页。你那个搭景廉价需要多少投资？你能付得起吗？我没有生气啊，我就是我就是在给大家说一下，啊，你能付得起吗？这个就是那个，预定那个专辑的方式啊。汉克啊，这个叫汉克的，你爹我永远行得端坐得正，你可以去网上黑，或者说挖我的黑料，有本事你就放出证据，没本事你就继续在网上黑，你就是一坨屎。你就是一坨屎。戏里的搭景那么廉价，还拉投资，就你这种人啊，你首先你根本就不知道拍戏什么搭景，你还活在 TVB 的那种年代，所以你是个老古董。我们拍戏不是搭景，你肯定活在那个什么《神雕侠侣》，就是那个什么断肠牙，然后那个搭一个景，你活在那种精神世界，说明你应该40、50岁了，你可能这个 low 货，你就是我们拍戏都是实景，没有搭景。再一个呀，我再跟大家重新说一下啊，衬衫不能高质感的，一看就是优衣库。我告诉你，优衣库你都买不起，而且我们喜欢优衣库。现在优衣库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不知道你平时穿什么啊。我们觉得优衣库很好，优衣库如果不好，人家优衣库不会这么成功。你一说话我就知道，你可不穿优衣库，那你也是一坨屎啊！你不穿优衣库穿什么？穿那个 H&M 是不是？优衣库也不喜欢你这个恶心的。优衣库可能对你来说太贵了。还瞧不起优衣库呢？你们不同我们不同层次，谁他妈跟你一个层次可倒死没了？你穿什么品牌让大家恶心一下？你穿什么品牌来说一下？穿这个品牌的大家就千万就别穿了，跟屎穿一个品牌。把他拉黑。杜嘉班纳，哎呀妈，这屏住纱还挺。你穿 Zara 有什么牛逼吗？穿 Zara。大哥，你真的能在那块儿 Zara？ 我的妈呀！你觉得 Zara 是什么好牌子吗？还 Zara？ 我们最不屑的是 Zara 就是典型的那个廉价质量也不好 ，low。Zara 就是各种抄大牌，就是哪个大牌好看火，它就抄哪一个。使这么大劲来个 Zara， 怎么了？这在那个马来西亚算高端品牌呀？这是图图的前任还是叨叨的前任？我前任都很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叨叨的前任。你觉得可能是我前任吗？没准儿。那也不是我前任。我前任没有这样的素质的，没有这么 low 的，
我不想跟你聊服装品牌啊，因为你这个 level 的人，我就不想跟你聊了啊。你频繁的就在这几个品牌里来回跳，啊，属实的就是让我觉得说，对吧？提高一下自己吧，有点钱吧，多买点好的品牌，别在网上就是让二把刀去全国巡演了，啊，你没有这个本事。你有钱，你买个 Gap 吧，你买个那个，你哪怕你买一个。你买个高端一点的，你买个什么呢？你买个 Coach 吧，对你攒点钱，你买个 Coach 也行，啊。好歹你也能就是跻身2线了，加油吧。这叫 Hunk 呢？你不觉得就是说像你这种货色，频繁的在网上黑别人，别人不拉黑你，你不好奇为什么吗？啊，这个叫 Hunk 的，就是你在网上你就频繁的，就是不是频繁，就是反正在我直播间挺频繁的，你就是一直在当跳梁小丑，你知道为什么别人不拉黑你吗？因为我们期待你的成长，就期待着你能够举例说明，但是你一点成绩都没有，你黑别人的这种本事太差了，啊，你搜集点证据，能够扳倒别人、打垮别人的证据。因为我看你看得太准，给叨叨留后路，想劝叨叨留后路，人叨叨不领你这个情，你还不知道咋回事吗？神经病，不想搭理你，天天搁直播间搁这叫。那你天天劝叨叨，完了叨叨不领你情，你还不知道自己咋回事吗？你还想说什么呀？你是，哎呀，我的天！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可悲吗？可笑、可悲、可怜。喜欢叨叨眼红了。不是啊，他一方面劝叨叨，然后一方面又在网上黑叨叨，有的时候说话也特别难听。他就是一个精神病，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图图可不是渣男，那么能吃醋不能渣，什么呀？没听明白。我渣不渣跟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渣不渣跟二把刀有关系，二把刀认为我不渣就不渣，我跟他过日子就是我俩的事儿，跟大家没关系。如果有一天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不希望二把刀跟那个图图在一起，那你不就去二把刀这个，你就给二把刀一笔钱，二把刀就暂时跟我分开，但是我俩私底下还是会在一起，啊，就你们要看不惯我，就是你就给二把刀一笔钱啊。图图他其实是对感情非常专一的一个人。我总结一下，这个百里拍了这么多戏，还在北京住没电梯的老房子，你们觉得他有将来吗？我住那个老房子，在北京住没有电梯的老房子，那个没有电梯的老房子，这个叫那个 Hunk 的。你都总结了，我也给你总结一下。我在北京住的没有电梯的老房子，1平米8万块钱，那个房子能买你命的，能买你一家人的命。啊，
那个房子不起眼能卖你一家人的命，啊，别在那块儿就是丢人现眼了。这是北京的2环的房子。他可能都没去过北京，不知道2环是什么意思。每天爬楼梯不累吗？然后呢？你肯定没有去过北京，你去过北京就知道，北京全都是这种家属院式的小区，全都是这种。特别是越靠近那个皇城根儿，越是这种房子越多。这位叫 Hank 的每天爬楼梯不累吗？但是人家二把刀特别开心的每天跟我爬来爬去这个楼梯，爬的这个楼梯都看到我俩的爱意了。怎么了？羡慕这个楼梯，羡慕他有人爬。你无人问津好吗？没电梯是好事儿，公摊面积小，而且楼层不会很高。是的，3楼挺好。给他拉黑，不拉了。我去北京的朋友家里，还是那个 MB 吗？你有几个 MB 的朋友？他是来北京旅游啊，还是在北京住哪儿啊？啊？你跟这些 MB 玩，你是不是也想做 MB？ 应该是前任代表来喷的。我也觉得不要太搞笑了，这不算骂人呢，就是。这人到底在莫名炫耀啥？幼稚到家。咋这么生气？我没生气啊，哪里听说我生气？我就是 ENTP， 我就是辩论家，我就爱辩论。骂人都这么有戏，这个骗子长得也不错啊，身材比二把刀还好。但是今天在直播间里啊，我觉得那谁，杰森大野猪，真的太突出了。这杰森大野猪，曾经我俩有微信，后来他给我发新的小照片，我把他删了。叫啥呀？我要把他拉黑。我删了，你别拉黑人了。你们在那个微信上跟我预定了专辑的，就是你们后边尽量就不要跟我讲话了啊，因为如果你们讲话的话，可能你们之前发的一些备注信息，比如说要签名什么的，我们到时候发货的时候可能就看不到了。图图的金主开小号来骂的吧，因为你谈恋爱了。孩子们，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没有金主啊，就是你们看那个直播吧，看那个网红圈吧，就觉得说任何人都有金主。我不夸张的说啊，就是首先第一点，没有电梯的房子，估计早上还得倒尿壶给你喝，我们不倒都给你留着，因为那段时间你正好在那个北京2环，知道你来了，知道你好这口，都给你留着的。啊，那段时间我上火，味儿也是你喜欢的味儿，啊，都给你喝啊。叨叨，我们是清白的，很喜欢你们2个，超哥。行，不是，暂时放过你。我跟大家说啊，不是说所有的网红都有金主的。我从某种意义上，我自认为，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的出身吧。就是怎么说呢？我之前吧，我做直播，然后呢就有粉丝了，然后就赚了第一桶金，赚了6万块钱。后来呢，我就开始发歌、写歌，因为小的时候就喜欢。后来呢，我在直播间里发歌了，然后有人就喜欢我的歌，然后就有一个
确实有一个大老板，然后就是想买我的歌，然后没买成，后来他就想让我去那个中国好声音，后来我听说中国好声音需要100万的那个转身钱，然后我就说这100万干啥不好，我就不让他花这100万，他就说那你去你要实在不行咱们那个当时的星光大道也有，然后他说那100万可以星光大道也可以买月冠军，我说这个钱真的不值得。后来他就说那你想干啥？我说我想去上学，结果呢他就给我出钱，我就来上学了，上的是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学了编曲制作，这就解释了就是说为什么我能出歌的事儿。后来呢，就是在学校期间呢，我就开始拍那个 MV， 拍着拍着就成了那个同性恋网剧了。完了吧，就一炮，就是一下炸开，因为当时吧，就是那段时间没有相同的那种剧，也没有拍过熊剧。后来呢，这个不是给我投资，就是让我上学的这个人知道我这个演戏也有很大的天赋，所以他又追加了几十万。10几万还是几万？我和图图还是同学，在学校还见过，他说的是真的，有证人现身说法了。10几万，给我出了10几万，然后我就拍了续集。再后来呢，一直拍，然后就有粉丝，网上就有人就是说，联系我说给我出钱让我继续拍下去，为了这个圈子做一份这个贡献。然后也想着说把自己的故事就拍出来，结果就有了芝麻第一部，当时就是有一个人出了50万，然后呢拍了芝麻之后呢，就是大爆了之后，然后有一个台湾的大哥，然后就也是半年之后联系到我，然后就开始给我就是那个投资第2部，后来他知道我酒吧要合伙人，他就跟我一起投资了酒吧，然后一直到现在呢，我不能说就是我多有钱，但是我没有金主可言啊，我没有什么所谓的金主不金主的我跟图图还是同学，在学校还见过，他说的是真的，我咋不信呢？我同学没有这么好看的，而且你31岁。我那一届的同学都是，我27岁上的学，我那届的同学都是17、18岁。有贵人，就是我觉得我为什么告诉大家就是要努力要优秀呢？就是一旦你优秀的时候，你身边就会出现很多人帮你，所以也没有传说中的那种什么。我去巴结投资这种事儿没有这种情况都是别人主动来投资的，所以这个叫 hunk 的，哎呀，就是在你的眼里吧，只有 MB 和那些网红的故事，听听百里的故事，让你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加油吧。我严重怀疑这个人是你找来的呢，真的看不下去，那你就吃一块屎，冷静一下再看，因为感觉你是饿了，想补充能量，你不饿了，你说不定你就看下去了，你可能就馋屎了，你吃一口屎，你再看这个，别那么下贱了，你不喜欢看你就别看了。你这是情不自禁想看吧？这个叫 hunk 的，就说句扎心的话，咱们吧，就是我觉得这个 hunk 就是纯粹就是我的黑粉嫉妒我。我跟你说个扎心的话首先呢，咱们没有迎合任何金主，没有主动的去拉过赞助。第二点呢，咱们的感情吧，百里屠夫都是被动的，
而且二把刀是先勾引我的，啊，这个你劝不走，是二把刀就是想尽办法靠近我的生活，你这个你劝不走。嫉妒你老，嫉妒你矮，我就如此老和矮，还没身材，但是我身边的二把刀是如此的优秀，这不是让你嫉妒的点吗？啊，这不是让你嫉妒的点吗？我就如此不堪，二把刀还在我身边。你说你天天在网上就是凸显你自己的身家，你还是没有人喜欢你啊！你说你多可悲吧？要嫉妒也是嫉妒二把刀，嫉妒二把刀什么呀？因为他身边有个百里，是不是？你不要想着加入我们了，你跟我们不是一个 level 的。老公，你提高一下自己，你先从那个 MB 圈跳出来，先从那个 Zara 的那个圈跳出来，再跟我们优衣库玩儿，啊！你瞅你的 low 样，你说你去北京还要借住人家二环的朋友家里边，你在北京你住个酒店没多少钱。消费降级，你有钱吧，你少吃两口屎，多吃点饭，啊。什么货色？什么声音？我刚才啃那个什么，啃图图的背呢。这个叫 hang 的还有什么想说的？没有什么想说的，就是我们就那啥了，我们就不攻击你了，给你这么多画面了。涨粉丝了吗？我看看有没有粉他的，还真有一个，在我直播间里还涨个粉儿，我的天！怪不得喜欢来直播间呢。但我要道个歉啊，这个小苏养生 SPA， 我刚才说那些话吧，不是针对你啊。MB 也有就是自己的 MB 啊，你可能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如果大家那个刚才我说的伤害了 MB 的心理，我对不起啊。但是我就说那什么呢？我就说那个跟那就是咱们做 SPA 的，远离这个，对呀、咱们做 SPA 的，咱们就不跟那个叫 hunk 的玩啊 ，low， 啊，现在0个粉丝了。刚才谁关注了他，然后听我说完了以后就取关了？你悬崖勒马你！行了，就这吧，下播吧。谁让你下播的？跟我母亲道歉，对不起，跟我妈妈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图图妈妈，我不该那么冲动之下说出那种话。你说什么了？
我说你们家人在这方面处理的不好。哈，干个屁正事！200刀口不择言，禁欲10天。200刀，去吧。我要去哪里啊？宁古塔。赶紧去提高演技吧，你提高你的 level 吧，啊。啥声啊？硬盘的声音。这个叫 Hunk 的，你能不能进修一下你的黑人的功力？你要是黑人不行的话，我就把你拉黑了。你下次你能不能提高一下？啊，你多大岁数了？你每一次你在我直播间里，你黑人，你黑的如此不堪。你看其他人也说你演技不行，这个叫 Hunk 的，你是看不明白，你是不懂中文吗？你是眼睛瞎了吗？人家说除了图图，其他人演技都尴尬，你是瞎了吗你？啊，你是瞎吗？你是？你没看懂字，还是你不认字，还是你脑子不好？你要我说什么呢？说你。我要剪一下预告的花絮。睁开你的狗眼吧！你是被骂的激动，然后眼神花了吗？你是？你也给我让绿豆角更新，关注我的抖音，不久就会发布更新的相关的抖音。杰森大野猪才24岁呀，真是不可限量，不是？是，前途不可限量。他现在24岁已经长成这样了，他要是23岁，他不可能24岁。24岁不可能这么优，我觉得至少得30岁才能长成这个样。图图叨叨还在你旁边，你礼貌吗？你管？什么意思？就剩1集了吗？绿豆一共14集，还剩2集。嗯，我现在找点花絮或者是后边的剧情，然后导个小片儿出来，发个预告。带着校长的表情在那演情感戏，没有自知之明吗？你现在你打个电话问问你那个 MB 的朋友，他为什么会在你面前，就是在你面前找存在感呢？你现在就给你那个 MB 的朋友打电话，为什么他在你面前要装逼，说什么我什么追他，或者说怎么样，他不搭理我，啊，你问问他，你们是一路货色，你问问，啊，你去打个电话去问问，你问他你是不是 MB， 你不要装了。我不管职业，他见我没提米，他可能看你也是个 low 货，不敢给你提米。他对你没什么兴趣。对呀、提不起什么兴趣。他如此爱钱，见你就不想在你身上赚钱，可能你也没什么钱，啊。
你别觉得他是那个与众不同，啊，他可能单纯的觉得你还不如他呢。你打个电话问问他，为什么就是在你面前装这个逼？他见我服务了啊，他见我服务了都没提你，怪不得。他明明是个 MB， 然后他服务你了，然后你居然觉得他是对你一见钟情吧？他没提你是觉得你太不容易了。哎呦我的妈呀！你就说能跟你发生关系的能有什么好货色？完了你天天还在那块沾沾自喜呢。啊，他那么优秀，他是个教练，跟你发生了，怪不得你这不是你的优越感是来源于他服务你了吧？这没什么骄傲的啊，被 MB 服务了没什么骄傲的，啊。我就说你优越感来自于哪里呢？哎妈呀，原来呀，让人家服务了一下 ，MB 就是 MB 嘛。店长来了，店长来了，哪个店长？卡卡来了吗？还在吗？卡卡还在。他在，给叨叨个面子，再看2分钟。叨叨，你亲手把他拉黑吧。终于能拉黑了。啊。是拉黑哦。嗯。大家如果看那个下集，不是下集，就是看发关于绿豆下集什么时候更新的抖音的话，你们是想看后边的剧情小片段，还是想看前边的剧情的花絮？只能2选1啊。啥？看后边的片段还是看前面的花絮？花絮。看后边啊，看前面有啥意思啊？他们想看花絮。有花絮吗？就之前拍的一些没用的片段。13集更了吗？13集没有，13集这周更不了。想看花絮啊，那我还得找找嘞。你说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是你合伙人呢？不会，因为他也黑我合伙人以前。啊，对。他到处黑。是。哎呀。而且你合伙人穿不了 Zara。感觉他除了叨叨都黑，他一进来就先黑我呀。他一进来先黑我说什么练的不好，练了一半儿，然后文化课也不好，他先黑的我。是精神有问题的一个人。他就是找存在感。
遇到结局会完美还是会当的？期待一下这个，未来的剧情就不聊了。文化课不好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叨叨那个，但我这里澄清一下，叨叨是正经河南的2本大学本科就毕业。有什么可骄傲的呀？主要黑图图，他不是主要黑我，他就是吧，我觉得他是什么呢？他是对所有网上的肌肉男，来，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啊。就我觉得这个人啊，他是网上所有的肌肉男他都感兴趣，其中最主要的最近感兴趣的就是叨叨。因为他为什么对肌肉男感兴趣呢？他曾经也黑叨叨的一个合伙人，那个合伙人也是个肌肉男。然后呢，他觉得叨叨这么优秀的肌肉男跟百里在一起了，他就觉得非常不忿，因为在他的认知和审美里边，肌肉男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就一直在劝叨叨，就是说跟我分手，啊，然后一直劝叨叨，或者说一直在搅和，他就是出于嫉妒，出于守护，然后但是呢，叨叨又不听他的，所以他又攻击叨叨。然后所有肌肉男不听他的，他都到处攻击，我觉得主要是他因为叨叨，我被连带责任了，对，他是有点肌肉崇拜，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为了黑你，你知道吗？你黑我就不可能，就是说，因为我自己直播的时候他不来，只有叨叨直播的时候他来，现在拉黑了，他想来也来不了了。对于肌肉崇拜这些人吧，我只能说什么呢？就是叨叨他练6年，那真的是。就是挺辛苦的，所以就是大家去认可他们的努力挺好的，但是不是说所有肌肉男都有，都会就是怎么说，所有肌肉男都是我就知道你又没憋什么好屁。你那一停顿，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词儿了。我家这位从1掰成0了，所以大家吧，想找老公的别找我家这位了，他现在就迷恋做0，他以后他也回不去了。谁说的？他回不去了。我不是说在黑他，我也不是说怎么样，他现在他做0的那种感觉，就让我觉得他隐藏了好多年，他一直在压抑自己。就说我就是天生的就是0是吧？就是你就是个精灵。精灵是。完了，我忘了大野猪，杰森大野猪是个1。完了，我把所有人都给排除掉了，就是杰森大野猪是个1，他听说你是纯0，完了，就是。我谁跟你说我是纯0啊？杰森大野猪，你能做0吗？杰森大野猪应该做不了0。纸包鸡才是众望所归。我其实希望2把刀再瘦一点，可他现在维度太大了，我对他没有太高的兴趣，因为他太大了。你们想看哪一场戏的花絮？有特定的场吗？你的花絮一点都不好看，你就给大家看后边的那个片
片段吧。不好看也是大家想看的。大点不好吗？土豆喜欢猴子。不是猴子，就是大一点吧。我就跟大家说什么感觉呢？就是，当然不是所有一都这样，就是，但是吧，就有的一他有点大男子主义，他接受不了比自己大太多的那种，就是他会出戏。啊，就是为什么很多一都喜欢那种猴子，或者说就是，喜欢女人，他其实喜欢那种娇小的那种，就是可以驾驭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不是，那大的就是你要当一的话，那才有那个成就感。没有成就感，会出戏啊。碰瓷那一场。那个合伙人毕为得50以上了吧？不了那个。你压着亲，那个亲的画面就不行了，亲的画面不行，亲的画面不行，就是抖音上发不了。能抱起来那种吗？我抱不起来，200刀我可抱不起来。我也抱不起来图图，没那么大劲儿。我能抱得起龙二。龙二应该比你沉呢。龙二多少斤呢？龙二不得200斤？他演小茉莉的时候有200斤。有。他太并肩太刀了，看一次哭一次。你1.65米，你身材看着头像，你身材不错，你居然1.65米，哇，真的上天真的是公平。这叫会长的，他其实头像跟身材感觉还蛮好的。嗨，该啊。但是杰森大野猪应该也不高，但是我觉得他刚刚好，他这个做1做0，我觉得他身材都刚刚好。就其实我跟2把刀在一起，我一直都想着说，前期看看俩人那种感觉对不对，后期如果不对的话，也就为他就是改变一下自己，看看他能不能找到那种感觉。那不可能俩人就没有太多的互动啊。所以就是前期，但是我就很怕后期2把刀变不回去了。谁跟你说的？你太多虑了。脸蛋和身材哪一个更重要？性格吧，脸蛋和身材我觉得都还好，就性格最重要，聊得来最重要，我觉得。背和抱差不多，差很多，是的，我没。漂亮是被爱的前提。那你抱过，我抱过你。啥时候？杀青那天晚上我抱你。啊。我抱过。啊，想起来了。抱过。但我没抱，我也没抱过龙二吧。还是想抱一下肌肉男，图图。谁啊？你呀、没有。那你想抱我是啥？就是觉得以后再也见不到了，抱一下。就是想营造一些氛围吧。就有的时候你拍戏，不是说我真的很想靠近你，是我会觉得说，哎呀，这不靠近戏演不出来呀，没有 CP 感啊。所以你其实那个采访的时候你说的非常对，如果说那天
我问了说你以后会想我吗？我一定是为了接下来的戏去营造那种暧昧的气氛。但是那天你问我那场，我们已经拍完了吻戏了。是吗？是。但我就不知道我是出于什么目的问你的，你会想我？你问的非常的，声音非常的小。那可能是我太尴尬了。那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咱俩就是说，也没有说怎么样，然后就咱俩那个时候本来我换衣服的时候都是自己换嘛，咱俩不在一起换，但是那个时候就拍完吻戏之后，然后你就在我旁边换衣服，然后我不得不说一句话，就是没有换衣服那会儿，就是单纯的站在那个。对啊，就反正是在那块待着嘛，然后你可能是太尴尬了。对，我就是尴尬，然后我就问了一句，因为我不可能说这种话，这不是我的风格呀，这不是我的风格，对吧？那我还不是你的菜呢。那我不会，当时我就说这句话呀，我说哎呀，以后会想我吗？这不是我的风格。土豆喜欢龙二吗？我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就是我觉得我喜欢一个人，是我一定确定这个人喜欢我，这是最主要的前提。这是最主要的前提。所以，我跟龙二吧没有涉及到什么表明心意的事儿，所以就我不知道龙二喜不喜欢我，我就不会喜欢龙二。这回答能解释得通吗？就我觉得爱情是一定是相互喜欢，我才会产生爱情，所以这就代表我其实是就是像阿百道说的，我是非常被动的一个人。我不会就是先对别人产生感情。为啥是别人先表明喜欢？就是我上学的时候我喜欢女生，完我告白了也是我受伤，然后我曾经拍了一部戏，然后那个男主他就各种勾搭我，然后我也先表白了，然后结果那个人装作不知道，然后就甚至在外边胡说八道，然后我可能就是受伤了还是怎么着？对，就是曾经你们真的以后你们就明白了，就是你们接触名媛你们就明白了，就所谓的网上的名媛，他们在网上可能会主动的勾搭你，会跟你就是那个玩暧昧，但是一旦你上钩遇到这回完节目不会。一旦你上钩了，然后他就躲了，甚至在网上会说百里屠夫喜欢我了怎么办？他就会在网上就弄这么一出，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害怕了，所以我就对任何演戏或者说网上的一些人我都不会有表达好感，或者说主动有好感。对，这个会长说的，就是我真的遇到过这种事儿，我就觉得，我不说那个演员了，其实就是我说也不太好，但是我确实拍了一部戏，然后那个男主就是哎呀，这也是我为什么不会跟剧组的人在一起的主要原因，就是我拍了这么多戏，我没跟剧组的人在一起，就是因为我曾经拍过的一个戏的男主。他就是玩暧昧，然后他还
到处去宣传，说百里喜欢我怎么办？哎呀，我怎么拒绝他呀之类的，这就导致了就是我演了这么多戏，只有跟二把刀在一起了，我觉得莫名其妙，啊，就是当时我非常不能理解，所以我在剧组里边，我觉得最无辜的就是龙二，啊，就是我跟龙二拍戏的时候，我就刻意保持距离，然后龙二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严肃，或者说跟他这么疏远。我跟龙二拍了2部戏，我俩关系都没得到缓解，只有小茉莉的时候，我俩关系稍微热络一点儿，就是因为我曾经经历这个事儿，我觉得龙二特别无辜，要不然其实我跟龙二的关系会好得多，就是因为我经历过一些狗血的事儿，啊、很容易猜到是哪个演员。所以啊，就是你们天天在网上看到什么所谓的名媛呐、我剧里的一些好看的人物啊，什么好的演员呐、之类的，你们在我面前就说他们就说什么太优秀了，太好了，啊什么怎么样？其实因为我跟他们接触，我知道他们啥样，所以我其实每次听到你们夸一些我不认同的人，我心里就会觉得说很恶心。我用0秒就猜出来是谁了，你也快来试试吧。龙二一直有对象，龙二据我所知是没有，因为我跟龙二不聊这些东西。而且就是他在剧里跟我暧昧，然后到处散播说什么我追他，然后紧接着他在他的圈子里边，也经常会搅入3角恋，然后反正这个人就是到处暧昧，然后就导致别人对他，就是后来我才知道我不是第一个受害者，就是我知道好多好看的，或者说在圈子里有一点小名气的人都被他勾搭到了，然后就是明明是他勾搭别人，结果呢被传出来的就是那帮人死缠烂打，他就是那样的人，他就是改不了了，他就是一生他都是这样的人，他就靠暧昧，就是散播这些事儿，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吧，他不是说1次2次了，因为后来就是同样跟他暧昧过的人，我们也认识，然后就是聊起了这些事儿了，然后就发现招数都一样，所以我都对这个圈子好看的人，我其实我就没有太多的卡卡一直有个小对象，龙二没对象。不是卡卡，我跟卡卡没有过。我跟卡卡没有过。而且其实卡卡的小对象才是我的菜。我能说吗？不要脸。
他和对象是我的菜，但他俩好像也分了。我知道放哪段了，我放后边这段花絮，不放前面的了。所以我觉得杰森大野猪，杰森大野猪，我希望你别走那条老路。我觉得杰森大野猪，如果说名气再高一点，或者以后喜欢的人多一点，我很怕杰森大野猪走那个演员的路线。因为这个圈儿其实非常小的，就是谁做过什么事儿，粉丝是不知道的。因为粉丝，网友其实都是会觉得说他很优秀，他很高高在上，大家不是在同一个同一个圈层，可能就不会听到这些八卦。但是其实大家如果说大家都混自媒体圈儿，或者说在网上都有点小名气的话，然后很容易就知道某某人的八卦，而且8九不离10的那种。你笑什么呢你？我笑这个花絮呢，我要把这个发到抖音上。对，所以就是我曾经有一个粉丝，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哎，他特别喜欢那个演员，然后我说，那然后呢？他说后来就对他祛魅了。我说为什么祛魅了？他说，因为他跟我一个朋友，约。然后我说那怎么了？他说他们玩的是挺大的，所以他一下就祛魅了。最大的问题就是爱传谣，我觉得就传谣，我觉得。能澄清就澄清啊！我觉得有的人会说那个有人传你的八卦，传你的谣言的话，我觉得传八卦大家都可以传。就比如说我在深圳的时候，我就是爱吃小孩儿。我那个时候处对象基本上都是在26、7岁左右的，都往下的，有的甚至20出头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酒吧老板，然后我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想靠近我。这个是事实，然后我那个时候也尝试过跟小朋友在一起，然后也尝试几个都失败了，我觉得这个都没问题。那个时候确实给小孩花钱，然后谈恋爱，这都没问题。但是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我没做过的事情被大家传。如果说没做过的事儿被大家传的话，我一定会澄清。如果说我听到一些事实的话，我就会说对呀，是啊，请教问题，请教什么？不要叫老师，我不觉得什么老师不老师。远调到底应该怎么调啊？机器和人工都调不出来，可以教一下吗？远调怎么调音？这个超过我的能力范围了。而且我就会觉得说，网上如果说有谣传的话，不要不澄清。你说完了，你心情也会好一点。而且，就是那些莫名其妙的谣言，你不澄清，就好像你默认了一样。因为有一些，因为你还做网络，然后有的人就会
慕名而来的去询问这件事情。就比如说网上一直都在说那个二把刀是那个什么二把刀什么跟我在一起是什么出轨之类的，那我就要澄清一下。然后二把刀是因为钱才跟我在一起的，我也要澄清一下。二把刀什么他是1我是0，我都要澄清。就是要澄清啊，那不澄清干嘛呢？因为二把刀他确实在这段感情里他就很要，然后他每天都缠着我，对吧？但我喜欢这样的二把刀，我觉得这样二把刀会让我更想去靠近他。他之前在网上营造那种大爷们儿那种形象，然后就 man 的就是吓人，然后就是肌肉特别夸张的那种，我就觉得我不喜欢那种。对呀，现在更乖呀，更好啊。叨叨不是早点下播干活吗？干个屁！他刚才是我家人，这个不能忍。我都对前任都挺好的，我对现任也好啊。二把刀在直播间里说什么我对前任好，分不清什么的，但其实我对他也很好，他也不说。他因为我对前任好，然后他就否定了我对现任也好。我没有说你对我不好。这开了什么？开了那个啥，开了那个主机。对现任好不是应该的吗？我觉得对任何人好都不是应该的，什么对前任好、对现任好都不是应该的。你对一个人好，其实就是附加的呀，谁会一直说对谁好呢？我们的好也不是说特别廉价呀，就是我不觉得，我就会觉得说，任何人对你的好你都不要，除非你有喜欢的人了，如果你没喜欢的人，别人对你的好，我觉得都是，就都值得被尊重吧。抹黑前任的，我前任们没有抹黑我的，但是二把刀的就不一定了。为什么二把刀不一定呢？你问他自己。当二把刀深陷一些谣言的时候，他的前任做了什么？那些谣言就是我的前任说出来的。所以啊，造我的谣。
哎，就发这个花絮吧。再一个，我觉得是什么呢？我觉得，其实你身边的人不支持你，从某种意义上，他们在诋毁你。一方面儿，就是我是这么理解，就是我觉得我前任们不黑我，不诋毁我，一方面是我做的还不错，另外一方面他们不敢惹我。不敢惹我，就是他们，因为就是我这个人就是在网上会回应、会反击的人。我觉得，如果说你的前任或者说大家的前任会在网上诋毁你、攻击你，一方面是你做的确实让人抓到把柄了，另外一方面，这其实他们认定你不是一个会回应的人，觉得你是一个性子比较软，比较能接受这种攻击的人，我觉得这是关键。如果说你把自己的态度弄得特别，那他们为啥要攻击你呢？他们为啥要攻击你呢？谁呀？我的前任啊。你前任攻击我？然后呢？他也攻击你，说明他不是因为谁好欺负谁不好欺负才攻击的。他不了解我呀。他咋不了解你呢？他之前是攻击我了，但现在他敢攻击我吗？你问他，他是不是吃到了苦头？是。你承不承认吧？他不攻击你也是多方面原因。那什么原因啊？我跟他说过了呀。然后呢？我跟他讲了，然后他就不说你了。那次打电话不是打电话过来了吗？然后呢？然后我就跟他讲了呀。讲什么了？我是就是讲不要让他在网上再说这说那的。说什么呀？他能说什么呀？你让他说呀。他的谣言不被我一一击破了吗？而且很多时候你不把话说得特别清楚，大家就会质疑说，那他为什么会造你的谣啊？你把这个利害关系跟大家说清楚，大家知道原来他是因为什么事儿才造你的谣，大家才能理解。我就觉得你的个性我就非常不喜欢，就是被别人揍了一闷棍，然后不追究了，我不行。有的人被前任感染了都不追究，我真的服。你被前任感染了，你追究也没太大用，赶紧治疗吧。你追究你有啥用啊？你报警抓他，这种我觉得你追究确实没太大用。有的人是你有一个朋友。这种事你追究，你确实也追究不出啥。所以任何时候，大家如果说发现你男朋友出轨，
精神出轨还好，身体出轨一定要分手。就我真的给大家建议，就是说，如果他什么叫出轨？出轨就是不告诉你的情况下，他跟别人发生关系，身体出轨。我觉得这种情况一定要跟他坐下聊，什么时候出的轨，而且俩人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他传染了一些病给你。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立马跟他分手，然后自己去检查。我是非常接受不了身体出轨的。我觉得你心理出轨，我不知道，我就我看不出来，啊，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得病这个事儿太严重了，啊，我是恐爱的，所以如果有一天你们发现自己的对象有这种情况，坐下来聊一聊，不是不在意，是心平气和的问他什么时候开始出的轨，是不是做好安全措施。不能容忍这个事儿，因为圈子里有好多人都得病，得了病以后，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啊，我不是说普及，因为我也不懂，啊，我也不太懂，但是据我所知，就是得了这个病，你的免疫力会非常的脆弱，感冒啊、发烧啊会特别严重。不能感冒发烧熬夜，会非常严重，这个是太夸张了。图图为啥不露脸？有我声音就好了。图图因为图图要退网了，他要离开互联网一段时间。你天天在那造什么谣啊？不是你自己说的吗？我说可以，你不能说，你不能决定我。我退网我也会在网上说事实你不让我，不是让我露脸的。那你为啥要造这种谣呢？只能算传谣。大男子主义，图图，咋的了也不跟你在一起？你别管我大不大男子主义，我对象喜欢。我喜欢我老公这个样子。我们家二把刀就喜欢我不给他好脸。对。所以说我真的奉劝大家，如果说大家在网上谈恋爱了，就逍遥停停的谈恋爱，不像我们就是做自媒体。我其实跟前任在一起的时候，也是有好多人在挑拨我俩的关系。我跟二把刀在一起前期啊，现在不，我觉得现在好很多了。前期我俩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妈呀！老夸张了，我俩在一起就是好多人不希望我俩在一起。现在真的好多了，特别是11集、12集播完之后，都开始磕了。对。所以我们11集、12集为什么放这么久不更新呢？是因为不想剪，别整没用。劝分支的理由是什么？说什么不会长久，顶多3个月。劝分的理由，劝分的理由呢？他们说的理由能是理由？他们就单纯的想搅和呀。他们就觉得说二把刀不跟我在一起，就会跟他们在一起，好笑。
天天想得到二把刀，那玩意儿我不跟二把刀在一起的时候，大家不认识二把刀也就算了，完了我让大家认识了二把刀以后，就想让二把刀跟我断了关系。谁说没人认识我呀？经常是这样，你知道吧？我拍了这么多戏，然后让大家认识了很多我剧里的搭档，然后就开始了，开始了。这个什么这个你俩不合适，那个他更好一点，我还是喜欢这个多一点，我不喜欢这个怎么样？谁让你们选上了？就我们只是在演戏，然后被挑来挑去，就感觉就是我们必须得被选个1、2、3、4，评个好坏，谁对谁错，就突如其来的这种被关注感。妈呀，这个杰森带野猪是不是睡着了？咋了？他们好像都在直播间，然后都不说话。那等着听你说呢。走了。没有。你们都说着话呀，都睡着了。我给大家讲个鬼故事啊。就是感觉今天图图说很多，给大家讲鬼故事啊。就是这个是我爸给我讲的一个鬼故事，不是我爸应该他不会讲鬼故事，因为我爸是一个特别老实朴实的一个人，我觉得他不会讲鬼故事。就是我爸有一年他开着一个车，他开了一个3轮车，然后有一个大高杆，然后他要开过去的时候，他就突然看到一些羊，然后羊大概的这个情景我给大家形容一下，他看到一堆羊拦路，然后这些羊头上都就是羊的头上好像都裹着白布，然后赶羊的人就是拿着那种铃幡，然后就在那赶羊，然后天空里就大概的情景就是天空里都飘散着白的纸钱，然后他就被惊呆了以后，等他再缓过神来，他已经车已经翻了，然后他被砸里边了。他就给我讲这个事情，不是给我讲，是给那个身边的人讲。他说在出车祸之前他看到了这种异象。因为我爸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他也不爱就不愿意跟别人聊天的那种，然后他也没讲这种事儿。图图哭戏是真哭还是滴眼药水？真哭。因为小薇现实当中就是我一个比较好的朋友，所以我就真的看到他躺在那儿，然后再加上现场的环境确实是比较压抑的，然后再加上喝了酒，再加上那段时间确实我爸爸也才死2年，所以就是一些场景确实是会调动自己的情绪。然后继续讲鬼故事啊。老婆，你愿意听鬼故事吗？
你讲吧，没事儿。我现在看，我在剪这个片子，我都注意力没在你那个身上。我要听，我肯定不敢听。刚才的鬼故事不行。其实我现实当中我没见过任何的灵异事件，所以我不会讲。你要说我看什么恐怖片儿什么的看的比较多。图图家有哥哥姐姐吗？有。全部都是叨叨剪，不是全部都是，大部分都是图图剪的。图图是在那个剪辑师给的一个半成片的基础上，然后把所有的再重新又剪了一遍。我基本就不剪片子，我只是负责加个颜色，然后把声音大小调一下，我就只负责这种工作。我给大家讲那个拍戏的时候的趣事吧。大家不要问我是谁，我就给大家爆料剧组那些八卦吧。首先，大家想听过去的剧组还是想听绿豆剧组？这你们可以选，想听过去的剧组请扣1，想听绿豆剧组请扣2。好，绿豆剧组，我们先讲绿豆剧组。绿豆剧组就是小薇曾经追过炸锅锅，就是小薇曾经追过我们剧组里的那个 HR 那个演员。一会儿当事人就进来了。结果人炸锅锅看不上小薇。还有乔伊啊，乔伊的事儿我不敢多聊。乔伊身上，我只能说乔伊如果说身上没有一个事儿的话，我可能会一直跟他合作。乔伊，乔伊挺可惜的。抢车位的演员挺帅的。阿赞。对，阿赞。就是上那个小茉莉里的狸猫。然后绿豆剧组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好多呀，绿豆剧组，我们绿豆剧组那个本来陈博我也是想给他很多戏的。但陈博演戏真的好乱，他是一个比较跳脱的一个人，所以他演戏吧，非常非常的乱，就是他导演是控制不住他的表演的，就是他特别奇怪的表演，所以真的是因为本来其实陈博的个性我挺喜欢的，然后。陈博还安排了当我那个男朋友的戏呢。对，他其实他就演的特别奇怪，然后剧组里还有什么八卦？也没什么八卦了，因为这部戏好像最大的八卦就是咱俩在一起。就是好多人都不知道我俩为什么会在一起，因为我俩拍戏的时候就是不说话，而且就莫名其妙就在一起了。因为其实那个时候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戴眼镜，其实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菜应该是乔伊那种类型。就是所以我俩在一起特别奇怪。
但现实当中我跟乔伊不说话，所以这就是最大的八卦。然后我俩在一起的时候就在北京的，不是在北京，就是在健身的几个群里边，然后我俩被骂的特别惨，特别是二把刀，二把刀被骂的特别惨，说那个嫁入豪门，然后说什么那个抛弃糟糠什么的，然后贪图什么发展，然后想做名媛，反正当时被骂的特别狠。我俩在一起被那个有一些人说成婊子配狗，渣男配狗啊，渣男配狗渣男配狗，说你是渣男，我是狗，惨吧？一直在骂我，你知道吧？可见你风评一直不好。因为其实我俩在一起，我到现在我都觉得说我俩在一起特别突然，而且特别奇怪。但是我现在总结了，我觉得我俩确实是特别的，我俩就是一路人。一路人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因为二把刀吧，他大学学的编导，然后他一直也喜欢音乐和表演。然后，但是生活当中他就一直做跟这不相关的事情，然后再加上他又看我的剧，然后后来又偶然的机会又演了剧，那个时候他身边所有人都不想让他做这些事儿，但是我觉得那帮人吧，可能是怕失去二把刀，但是他们忽略了，其实二把刀骨子里就是喜欢这些事儿的。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让二把刀不拍戏，甚至就是远离我。但是因为他来拍戏的话，我会给很多的情绪鼓励啊之类的，包括认可，所以别人越不让他拍，他其实越觉得痛苦。反而就是他就会怀念起，就是说在剧组的时候，百里对他很认可、很照顾，所以就这么的莫名其妙的，就是他们的作用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流的一个作用，所以越不想我俩接触，我俩越因为命运的使然就接触上了，对，就很莫名其妙。他们这么想吗？因为他们可能就觉得说二把刀要活在自己控制的状态里，你有觉得他们是这样想的吗？他们会就比如说，如果说跟你谈恋爱的话，然后我觉得也很正常吧。就比如说，如果说你们是二把刀的对象，然后二把刀要进娱乐圈了。但是就虽然说你们知道二把刀喜欢拍戏和演戏，但是如果说二把刀进了娱乐圈会跟你分开，所以你就会想尽办法让二把刀不拍戏，不跟你分开。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这并不是爱了，这是一种霸占。你们能懂吗？就是这种感觉，他们不让二把刀拍戏，一方面是怕二把刀不跟他们同一个生活圈，另外一方面，他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开始诋毁导演，各种说导演的坏话，说什么剧组特别乱之类的，对，所以我就说这都是缘分使然吧。然后我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二把刀被骂的特别惨。不是他们，是他不让拍戏，
反正就莫名其妙。我当时确实会觉得，因为就一个细节，就是好像有一次我就跟二把刀聊起来，我说那个，因为我找二把刀补了2次戏，第2次吧，其实二把刀就跟我说好了，说这是最后一次补拍了。其实当时我就会觉得说二把刀是不想补的，结果他来了之后，我说哎那个让你又来补拍了，你是不是会很苦恼之类的？我总让你来补拍，他说反而不会。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不来补拍的时候太压抑了。我说为什么会压抑呢？他说因为那个时候他身边人都让二把刀就是说，哎不要再拍了，赶紧把心思放在开店吧生活上，然后会给二把刀很多的阻碍和压力，就觉得二把刀现在做的东西就一文不值，反正就会打压二把刀。然后二把刀跟我说的，说他来补拍反而心情会很好。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说哦，是这样。所以真的不是说我俩想在一起，真的是就这些人反而就是推着我俩走在一起了。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我俩主观意识里边没有想在一起，就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后来就被莫名其妙的就是推到一起去了。好，说完绿豆的剧组的八卦，还有没有想听之前剧组的八卦呢？想听哪一部戏的八卦，说出来。二把刀剪完了，咱们就下播。芝麻剧组啊，芝麻剧组，你们想听第1部还是第2部？芝麻第1部的八卦，第1部的八卦就是，快速的来讲就是卡卡演技是最差的，现场 NG 不断，然后台词背不下来，然后拍他戏是消耗最长的，然后剪辑我也剪不出来，后来我就让朋友，就是让别人给我剪的，然后这个剪辑师当时特别喜欢卡卡，所以给卡卡剪得特别好，而且把卡卡本来配角的角色，其实原本设定就是卡卡只是一个配角，他不是4个主角之一，其实只有3个主角。因为那个剪辑师特别喜欢卡卡，所以把卡卡的戏份剪得巨多，居然把卡卡剪成了主角。所以卡卡走红是意外。我们原本其实没有给卡卡太多的这个人物，其实就是客串，所以说这就是八卦。第2个八卦是，我跟龙二那个时候演戏演的第1场戏就是在车上哭的那场戏，然后我俩居然演得非常好，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龙二来剧组他是非常紧张的，然后龙二并不是大家看到的霸总，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社恐内敛的一个人。然后之前的还有一个八卦，就是之前的剧本主角只有1个，就是小馒头，后来是因为小馒头演不了这么大的剧本，所以把剧本连夜的改了剧本，就变成了3个主角啊。再有小馒头才是我的菜，芝麻1里边小馒头才是我的菜。再有
我跟川田吵过架，因为川田演的也非常烂，然后小薇看不出来川田的问题，所以他在现场就说演的不对，然后我就把问题说出来，所以我跟川田，我把川田的问题指出来，其实川田有一点点抹不开了，但是没吵架，啊。还有一个八卦就是龙二演戏的中途突然消失了，因为他接受不了巴掌的戏份，所以他就突然消失了，跟任何人不打招呼，然后导致了我们结局拍不下去了。后来我们就打算找 Jason 来拍结局，结果 Jason 那边我已经买好机票了，这个时候龙二又联系我说，他想回剧组，然后跟我道歉，然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不想，他突然消失就是因为不想拍巴掌的戏份。反正好多八卦呀，就后来拍《芝麻2》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炸裂一点的八卦？这还不够炸裂吗？你是要多炸裂？行了，下播吧。为啥下播呀？还讲八卦呢？不是没有八卦了吗？他们想听炸裂一点的八卦，炸裂一点是什么八卦呀？炸裂一点八卦就是我跟龙二也吵过架，也不是吵过架，就龙二，哎，这个咋说呢？你是想说那一次对打电话那一次，直播那次，对啊，那个我没办法说吧？别说了吧，就讲别人。反正龙二误会我了，但是我就给大家讲八卦，就是说我合作过的演员都很在意别人对他10的关注，就是我合作过的演员，大家都不太喜欢演0的角色，而且不太想让别人觉得他们是0，包括二把刀。二把刀有的时候我在直播间里说他是0，是纯0之类的，他都不愿意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因为那不是事实呀。就是纯0能怎么样？那关键是我不是啊。就是大家都不愿意演0，都不愿意，就是告诉大家说我是0这个事情，就是0，大家就觉得很难堪之类的。那我说的我是0，我说的还少了。不是，那你为什么会很在意呢？我不是纯0啊，你老说我是纯0，因为你说的都不是事实啊，我当然会在意，当然会反驳你了。你如果说的事实，我肯定就不反驳了。反正我不明白。那就跟你就接受不了别人造谣一样，那你说的不是事实，那不也相当于变相的造谣吗？但你跟我在一起就是纯0啊。那跟你在一起之后，我是只做0了，因为你不想做0，所以我就只能做0。不是啊，你怎么不说实话呢？是你每次你都特别享受做0啊。那你不做0，我们要发生关系，那我不享受做0，我痛苦的去做它吗？你们两个都是0.5。我其实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可以做0，但是我为什么不做0了呢？因为我遇不到能驾驭我的人，或者说比我优秀的人，就不是那种比我优秀是我的认知里边的，就是就是我只跟一任做过0，因为那一任吧，那个人思维啊，包括财力啊，包括
反正就是他各个方面都比我优秀，我觉得好像我愿意去依靠这个人，所以我才能做零。但是我现在之所以不做零，就是我找不到一个人内心比我强大，然后事业比我成功，然后就是那个就是思想世界比我更前卫的那种人，所以我就没办法呀，对吧？楼层高吗？跟楼层高不高没关系，楼层只能说，楼层只能说是高层吧，视野比较好，它不是低楼层，中高楼层。就因为剧组里人大家都不喜欢演零，都不喜欢老公老婆叫着，所以后来没办法了，我就演零了。然后就莫名其妙，就是每一部戏大家都不喜欢演零，所以就每一部戏都是我演零。现实里好像也很少会喊零老婆吧？那你怎么喊我老公呢？因为你喊我老婆，我不喊你老公。那大家都叫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反正很少，我觉得。说是跟我回家吧，跟我回家有什么好说的呢？跟我回家就是我为什么就是说不让那个跟我演 CP 的人带对象来呢？因为我曾经跟主演在演情侣的戏的时候，然后那个主演带着他的暧昧的对象在片场，然后我们这边演完一个特别深情、特别感人的一场戏，结果这场戏拍完了之后，我其实都有点没出戏，结果我当时的合作的伙伴跟旁边的暧昧的对象在旁边在那块有说有笑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哎，就是完全等再拍戏的时候，我就完全融入不了这个情绪里边了，也不是吃醋，是那种突然在剧情里就是跳出的那种感觉，就是后来我就尽量不让就是演员来探班之类的，就好奇怪。剧组里有发生过什么吗？剧组里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剧组不是说像大家想象的那种，就是说拍戏的时候有很多亲密的单独的时间，不会。剧组里拍戏的时候都是一大堆工作人员在，所以你跟你的合作伙伴也不会拍完戏私底下约着做什么事儿，因为我们拍戏基本上都是10多个小时，然后导演又是特别特别累的，所以我不知道其他演员，因为如果说你是演员，你下了班你还有精力，但我作为导演的话，我演戏要演10多个小时，然后我在现场我还要导戏，下了班以后可能我还要处理剧组的事情，所以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聚会啊，或者说跟某一个人暧昧，所以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就是说什么下班了之后2个人能偷偷约会之类的，那我真是神人，因为我们基本上拍了10多个小时，第2天要起大早要拍戏。是会发生点什么？我觉得演员和演员之间会，我觉得演员和导演不会，因为现场导演是管事儿的，导演会比较，因为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我又是导演又是主演，所以我比较特殊的点就是，可能有的人可能是跟我拍戏，我们确实是 CP， 但是我又是在现场管事儿的，我可能又比较凶，或者说我态度比较认真，所以很少会在
戏外大家会想着说跟你的顶头上司去约会，就我会这么想是吗？你也不会啊。你不是说我勾引你吗？你勾引我那也是那个不拍戏之后嘛。你拍戏的时候你勾引过我吗？拍戏的肯定没勾引。对呀，大家都累得要死啊，而且谁也不会想跟自己的顶头上司去约会吧，下了班还要见面，就想着说赶紧拍完赶紧就休息啊，或者说就是打把游戏啊，谁也不想说呀，谁也不想见呐，点点外卖吃，第二天还得拍呀，对吧？你是做纪录片的，你有点好奇什么呀？对，因为导演他不光是要演，还要指挥别人怎么演，还要兼顾的拍完的画面，要检查，然后拍的过程当中又要检查灯光，哪怕有休息的时候，工作人员也会找你说导演，咱们下一场戏怎么，然后我就要带着演员去走戏，我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就是就演员有休息的时间，我没有，我现场就是连轴转，除非就是吃饭的时候可以休息一会儿，但是吃饭的时候，你的其他的员工也会找你说，哎，导演，咱们接下来拍什么？然后那个大概是什么走位，然后有什么要求之类的，反正我在现场我都烦死了。就真的在现场就是榨光导演所有的精力，没有闲的时候。本身图图又是一个非常低能量的人。导演休息的话，就是其他剧组没事干。你怎么这么懂啊？这个上边，你也是这行的吗？真的，如果我休息了，其他人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所以现场就是我就是那个发动机，就是我就是那个发电机，所以我要是休息了，就是现场就是不动了就。所以我有的时候拍戏的，我为什么我拍完戏我就不想再拍了？我每次基本上每拍完一部戏，我都会是这样想的。我说我以后再也不拍了，因为太累了。就是那个累是集中10天20天的累，那个20天是真的榨干你所有的能量。因为你是拍信息流广告，就是我每剧组基本上工作20天，这20天你就会害怕第二天的拍摄又会遇到什么问题。对，12个小时，是的，我们基本上也是12个小时。不止，哪止12个小时？从早上9点拍到凌晨11、12点，有时候1、2点都还没散场呢。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累，所以就是大家印象当中的就是什么潜规则，哪有时间潜规则？什么潜规则呀？潜规则是得有多大的情趣去潜个规则呀？因为本身其实拍剧它就是一个使命，一个责任，就是你拍不好，它跟正常的上班不一样。上班吧是，可能你今天做不完，明天还可以做。但是拍戏是那种你今天拍不好，明天你不能再补拍了。
那个真的是太难了，这个东西，这不是大家想象那种。剧组里，你要说剧组里有没有就是搞在一起的，我剧组里没有。但是我确实能感觉到，导演和工作人员是一组人，然后演员和演员是一组人，就是演员他们是一伙的，演员和演员之间有好多的话可以说，但导演和演员就话就比较少。然后演员和剧组里的人话也少，就好比一个是销售，一个是售后，就是销售和销售玩，售后和售后玩，就那种感觉。再一个，我觉得剧组里的人。剧组里的人，其实大家都有一点点，会有一点点，就是被导演的情绪所影响。是的，演员龙二拍我的剧，就芝麻二的时候，他跟我才说实话，他说。白灵，我每次见你我都害怕。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的眼神有点像我的长辈。就是他跟我拍了两部戏的时候，他还害怕我呢。他说一见你的眼神我就害怕，这就导致了我俩一直都不太说话那种。他就会觉得我比较严肃，比较认真。所以我们一直关系不太好，不是不太好，是不太近。直到后来我们拍了小茉莉才近一点。也就是你没情商，你知道吧？你是一个不是没情商，就是你是一个没心眼儿的人，所以你不怕我。你本身在剧组里也表现的也不可怕呀。但其他人害怕呀。那可能你在其他剧组太凶了吧？不是啊。你问炸锅锅他害不害怕我，他也害怕我。啊？肯定害怕呀。黄福福肯定不怕你。黄福福他。可是如果不严肃拍坏了，就导演的锅。我倒不是说锅不锅的了，就是我就是会觉得说，那拍东西那就是烧钱的事啊，那就得做好啊，钱不是大风刮来的呀。所以我在片场就比较严肃，有的人演得不好，我真的没办法过。就是剧组是每分每秒都在烧钱的一个地方啊，它不是说大家皆大欢喜把这个工作应付就了事儿了，他应付不了的，他就是每一秒都在烧钱，那你咋整啊？有的时候我也想应付，就是有的人吧演不出来，我真的想将就一下，但是吧就是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就如果说我要是妥协了，我后期剪辑的时候我就剪不出来，这场戏可能就要全删掉了，就有这种风险。然后再给大家讲个八卦，我突然想起这个八卦，就是
拍小茉莉的时候，卡卡的那个 CP 真的是卡卡的粉丝，然后我跟卡卡那个 CP 吧，就是就认识，然后我就特意给他安排跟自己的偶像演 CP， 然后呢，这个事儿我讲过。然后那个小茉莉其实就是我跟龙二还有卡卡我们仨重新又在一起拍戏嘛。然后龙二这个人吧，他其实也有那种就是那种，就是他也是东北人，反正骨子里吧，他也是喜欢那种就是团结的那种感觉。他就想着说，还有他，我们三个做点什么实体，然后一起就是营造那种就是一个小团队的那种，看看能不能做一个什么什么酒吧呀，或者是做一个大的餐饮店之类的，然后就是有粉丝号召力，或者做个服装品牌之类的。反正就是我们仨小茉莉在合作的时候，其实龙二有一天就喝多了，就想着说我们仨一起喝点酒，把这个事儿聊一聊，看看实行下去。但是吧，因为我那个时候跟卡卡接触过，我就知道卡卡其实志不在此的。卡卡是一个喜欢过小日子的人，而且他可能也做过生意，反正就说不清，他没有那个太多的那个团队的那个想一起做事儿的那种概念，所以我就龙二那天喝多了，然后我就说，哎呀，行，但是卡卡可能没有太大的意愿，我觉得，但是龙二也是就想让卡卡一起聊一聊，但是呢，那天卡卡我们几个是在那个拍完戏以后，然后那天拍不了戏了，然后大家都喝多了，然后卡卡那个 CP 喝多了，然后卡卡一直在照顾他那个 CP， 然后龙二喝多了，但是他想着说再喝一顿酒，就到他们那个我给他们租的那个民宿里边，然后就想着说一起喝点酒，结果卡卡一直照顾那个他 CP 就晚到了，然后我跟龙二先在那个房间里先喝了酒，喝着喝着就看卡卡扶着他的那个 CP 进屋了，然后当时很尴尬，尴尬的点是什么？我们以为卡卡要跟他 CP 发生点什么，所以我们在那儿很尴尬。卡卡尴尬的点是说，百里是不是要跟龙二发生点什么？他也很尴尬。反正我们仨面面相觑，就是都觉得很尴尬，然后都觉得说对方是不是咱出来的不是时候，就是说哎，是不是我不该回来，或者说我不该看见这些事儿。然后卡卡就带着他那个 CP 就在沙发上，然后就再坐下了，他那个 CP 就喝的巨多，然后就一直在那块儿躺着，然后龙二就开始，龙二就那种大哥嘉宾就上身了，那个我今天好开心，我真的好我给大家演一下啊，我今天真的好开心，我们终于又聚在一起了。之前芝麻咱们一起创造了一些成绩，今天我们终于聚在一起了。其实咱们一直都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但是呢，可能有一些误会。现在咱们重新聚在一起，看看是不是可以。然后那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要一起做点服装品牌之类的啊。
然后卡卡听了以后，因为卡卡是一个特别直率的人，然后卡卡听了以后就直接拒绝了。我没想好，然后我其实就想去那个成都开个小面馆儿。卡卡当时的志愿就是想去那个成都找个地方开个小面馆儿，因为他觉得这种生活就比较惬意。然后卡卡就继续说，他说，而且我觉得，这也太唐突了，而且这个，网红经济也不好做，这有点像开玩笑似的。然后就因为这句话，然后因为龙二有点喝多了，然后他又大哥上身了，他开玩笑，你觉得我龙二在跟你开玩笑是吧？你真这么觉得吗？你觉得我龙二在跟你开玩笑是吗？然后就龙二就莫名其妙的就开始那个上身了，就是真的就是龙二从来也没有这么严肃和认真，然后龙二就是那种奶声奶气的在直勾勾的看着卡卡，卡卡一下脸就红了，因为卡卡没想到龙二会因为这个事儿跟自己发火，而且龙二那天我也不知道他为啥发火，然后那个卡卡就有点支支吾吾的，然后就说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说这太唐突了，而且现在网红经济也不好做之类的。然后这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跟卡卡的关系吧也没有特别好，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人卡卡说的没问题，是龙二喝多了，然后我就赶紧帮卡卡说话，我说是人那个卡卡也没说错，而且人家那个就是这个事儿吧，就从长计议之类的。然后我就在这块劝着，然后这个时候卡卡的那个 CP 突然醒了，就是可能他在睡梦当中听到我们那个在争辩一些事情，他突然就坐起来，他说：“我觉得卡卡没问题，谁也不许欺负卡卡。”他就坐起来了。然后当时我就寻思我劝的他妈白劝了，然后就感觉就拱火了，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赶紧就是那个我就说那个卡卡你赶紧带着那个他上楼睡觉去吧。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跟龙二在楼下喝酒，然后喝着，然后那个龙二可能就有点醒过来了，他说刚才我是不是做的有点不对了？我说没有啊，我说那个都挺好的，可能大家就是话赶话，而且就是谁也不会在意的。结果就是当天晚上我也没走，我就在那个龙二的楼上，因为他是楼下一间房，楼上2间房，然后卡卡和他的 CP 在楼上，我在楼上的另外一个房间，然后龙二在楼下。半夜就是大概第2天就是早上，然后我就要回家了。当时我是跟小大夫在一起还是跟谁在一起，反正就是跟小大夫在一起。然后我就回家了，然后在回家之前，其实我就听到龙二就醒过来了。龙二醒过来第一时间就是龙二跟我说的，说龙二醒了之后，他就意识到昨天可能就是有点激动了，就想跟那个卡卡道个歉之类的。然后结果龙二说，他一上楼的时候看见卡卡跟那个 CP 抱在一起，然后他就很尴尬的，他就他就赶紧下来了。我说哦，这个大八卦够不够劲爆？都睡着了吧？嗨，白讲。哎呀，卡卡不是有对象吗？
卡卡没有想跟他 CP 怎么样，是那个他 CP 喝多了嘛，所以因为他那个只是一张床，他俩没发生什么，那个时候卡卡确实是好像是有对象，但是卡卡对他的 CP 没什么，就是没有什么非分之想，而且是他那个 CP 是那个喝多了就那个，而且又是一张床，可能就是那个就靠着他身上睡觉，好像是。就跟我刚才靠在你身上一样。对，只是龙二和我其实都是喜猴，对啊，他是喜猴啊，他那个 CP 不算是猴吗？但是他跟他那个 CP 没发生什么，据我所知没发生什么。然后，反正我觉得卡卡那天也是特别被龙二吓到了。龙二也是，我也没见过这样的他可能真的，龙二也是好心，但是俩人可能也是话赶话，就觉得，但是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挺好，就是拍小茉莉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挺好玩的，剧组的生活像学校一样，就是挺真实的，我就永远我都忘不了，就是我跟那个龙二在那块等卡卡回来，然后我俩在那块喝酒，然后卡卡扶着他那个小 CP 就进来了，然后我们看着那个他俩看着我俩，就是那个好笑程度真的太好笑了，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卡卡心里肯定在想，妈呀，我是不是不该回来？然后我跟龙二可能在想说，妈呀，我们是不是撞见什么不该撞见的？就特别好笑，这个事儿我就觉得特别有趣。哎呀，睡觉吧。还在讲八卦呢？你还不是讲完了吗？那直播间的人估计也得睡了。没睡觉的请扣一，我看看有多少人没睡觉。那我播吧。你播的我咋睡呀？这么多在那块隐藏的。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卡卡，我就大家记得就是说那个老 baby 那首歌，老 baby 那首歌其实是我本来想跟龙二一起唱的，但是因为龙二那段时间突然就是从剧组里一声不响的就消失了，然后当时我就跟那个卡卡录了这首歌。但卡卡唱歌真的就是煎熬，跟卡卡合唱就是一个非常煎熬。你看他修出来，他也是唱的就特别差的那种。然后，但是呢，其实修出来也还行吧。然后卡卡在那个就是录完了之后，就跟我说啊，这个歌我能不能给朋友听啊？我说可以啊，我说你给你对象听没问题。他说哦。我说那你不要给那个网友听，我说你不要在直播间里，或者说不要给其他人听，因为那首歌是在收费专辑里边的，当时也是打算卖收费专辑，我就告诉卡卡，我说你不要给别人听。结果那个时候因为芝麻爆火嘛，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直播间里都有1000多人在看。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直播的时候，他们说卡卡也在直播，我说哦，
然后他们说卡卡在放你们最新录的歌，我说什么？然后那个，因为我那个时候好像有俩手机，然后我就，他们说啊你们录的新歌，他在那个直播间里正放呢，然后我就去点进他直播了，点进直播，然后我就看卡卡说，那个评论区里有人说那个刚才没听见，能再播放一遍吗？卡卡说可以，然后卡卡又播放了一遍。当时我就特别生气，我就说这他妈收费专辑，而且我还明着告诉他，我说这个不要播，结果他就播。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脾气特别暴嘛，大家都知道，然后我就打电话去骂卡卡，我说你怎么想的？我说你前一段时间刚问我说可不可以给粉丝播，我说我不告诉你只能给对象播吗？他一直在跟我道歉，我说你怎么？然后我就真的很生气，然后因为这个就是你耽误了这个，你耽误了这首歌，它是要收费的，所以我就说这个利害关系卡卡都不明白，然后我就再打电话骂卡卡，然后所有网友都认为卡卡没错，都觉得我太认真了，觉得我太凶了，你知道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大家只看脸，不看事情根本。后来我就跟卡卡就关系就不太好了，啊，我就因为这个事儿我跟卡卡关系就不太好了，然后卡卡那个时候我就有点膈应他了，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我就明着在直播上，我就告诉大家我为什么不喜欢卡卡，然后后来就是卡卡也知道我看不上他了，所以就是我俩闹的其实有一点点不好了。后来卡卡就在那个就是有人就会问他为什么就是关系不太好了之类的，然后。站在他那边的粉丝就会说，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百里太凶了之类的，然后他就告诉粉丝，他说啊，你们帮我看着点儿，如果百里再在他直播间说我不好的话，你们就帮我去反驳，或者说你就告诉我之类的，反正就大概的意思，然后。后来也有人就是追问他说为什么关系不好，然后他说，因为他要舔着龙二，因为他想跟龙二绑在一起，所以龙二的什么流量比较大，反正就是大概就是跟网友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他们的意思就是说，那你那个为什么就是跟你关系不好，跟那个为什么对龙二评价那么高，然后他们就会。就是卡卡对外说的，就是说因为龙二的流量大，所以百里要哄着要舔着龙二，所以才在说龙二好之类的，所以就导致了我们关系越来越差，因为这些事儿吧，都是网友互相传来传去，就导致了后来我们的关系就是也没有说多差。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情商这么低啊？反正就是后来就想着不再合作了啊。再后来我们之所以又合作了，是2年之后了。我又开酒吧了，然后整个的心境也不一样了。然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吃饭，他来广东了，他来深圳了，然后我在深圳，正好他的朋友和我的朋友认识，所以我们在一个饭桌就是又见到了，一下心境就不一样了，觉得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然后就又开始聊天啊、合作之类的，就这样我们又合作了。但是又合作了小茉莉之后，我就发现，我其实觉得他人不坏，然后也觉得情商不情商也没那么重要。单纯的我后来不找他合作，就是因为他小茉莉演的也太差了，就是我发现他就是演的差，
他演不好，所以我就导致了就是再合作一遍，我就确定了，我说他确实不适合我的剧组，所以后来就没有什么矛盾了，就会觉得说无所谓啊，就什么也不涉及到什么情商不情商了。因为我觉得卡卡是一个，他可能觉得演戏他尽力了就好，但是我可能对很多事情太认真了，太较真儿了，所以他演的东西达不到我的标准，所以就不适合我的剧组。再一个我没有舔什么龙二，我也不是因为龙二粉丝多我才去夸龙二，其实我夸龙二，我夸的其实就是龙二的演技嘛，龙二的演技那么好，没有谁捧谁，谁巴结谁，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个我的观点，就是我一直都觉得说，龙二粉丝有多强大，我没赶上。相反的，就是龙二拍了我的剧，我才知道他有粉丝，而且他的粉丝量也一直就现在也就还好。所以我不知道他鼎盛时期，我也没有感受得到他的流量有多大。可能他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是你要说我是图他的粉丝流量去巴结他，这个不太可能。我没赶上他的流量。我一直都觉得演员和剧啊，它是相辅相成的，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剧会成就一个演员，这个可能会更多一点。我没有觉得说，因为一个人他有粉丝，然后他就会挽救一部剧，我觉得不会。大家其实还是看的整体，不会因为一个人。怎么办？我下午睡醒了，你困了，你先睡吧。我下播了。我播，你拿过来。你播我咋睡呀？你播的时候我就能睡。你是醒了我才播的。你放屁！哪次我睡觉的时候你在直播，我不都在睡吗？你睡觉的时候我直播，是因为我们那天说好晚上要直播的，我才会直播，要不然我不会直播的。不要，下播了。你干嘛呀？我想困了，想睡了。你睡你的呗，我又不打扰你。那你这开着灯你咋播呀？不开灯。那你咋播呀？我就是暗一点。那你说的话我也睡不着啊。我小点声。你小点声我也能听见。你想干嘛呀？我想睡觉了。你想睡觉，你干嘛干预我睡不睡啊？那你直播呢？我怎么睡啊？我小点声。那你要是影响到我就让你下播。行。给。变态呀！还敢管我？你还能管得了我？给我们讲故事。讲啥故事？还想听什么故事？我也困了。还想听什么故事？自己点，你们不点我都不知道讲什么。你们想听什么故事？阿赞有八卦吗？阿赞没什么八卦，因为我跟阿赞不太熟。
我跟阿赞啊，小薇也喜欢阿赞，小薇喜欢阿赞，小薇觉得阿赞惊为天人，然后想要阿赞的微信，结果阿赞不加小薇，因为阿赞喜欢猴子。很多人都喜欢，是。我其实一开始也蛮喜欢阿赞的，但是不是那种喜欢，我也觉得阿赞长得特别好看，但是后来我接触过几次，我觉得阿赞，因为阿赞年纪比我们都大，所以阿赞有一点点就是，他不是爹味儿，他是那种就是就是他其实蛮官场的那种，他跟我其实是一路人，所以我其实是不太喜欢那种特别高情商，然后能应酬的那种，所以你真正跟阿赞了解了之后，你发现阿赞像你的一个同事啊，他像一个同事一样。反正我跟阿赞打不成一片，就是阿赞跟我在一起就好比就是我是他的小领导那种感觉，反正就是，因为他在剧组里边，我在剧组里边我是导演嘛，所以他给我的感觉更多的是那种应付社会关系的那种，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小单位的一种感觉，就是他不是特别亲近的那种小心思是我觉得阿赞跟不熟悉的人可能会有这种成年人的那种礼貌吧，对。然后阿赞演那个酒吧老板的时候，他实在是演不出来，但是他很努力，但是他因为没做过老板，所以他演不出那个劲儿注销了，那我不知道。我跟阿赞的交流是没障碍的，但是就是阿赞给我的感觉，他怎么说？就是我如果我喝酒请阿赞，就是我过生日的时候我请阿赞别人都不会就是特别正式的给我带什么礼物怎么样的，阿赞会精挑细选，在 LV 选了一条领带给我，就是他很正式，但是朋友之间这种正式吧，有一点点小奇怪。能明白吧？就是大多数朋友不会这么正式对，太官方了，就是可能这也是我俩相处的情况，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这样，他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而且阿赞的酒量是我们所有人当中最好的。阿赞的酒量就是我自认为我们的酒量排名的话是阿赞、龙二、卡卡，我是酒量最不好的，
好像卡卡要比龙二酒量还要好，但是最牛逼的就是阿赞，最牛逼的就是阿赞。阿赞的酒量是，他喝我们全场人，我的天呐，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能喝？我觉得龙二我也喝不过，因为我都是酒吧老板了，所以我的酒量我觉得比一般人好，但他们比我好多了。啤酒嘛，我们喝的是洋酒多一点，喝洋酒多一点，这是威士忌。然后就是合作这么多演员，我觉得有一个人其实被大家忽略了，小嫖客其实演的挺好的，而且小嫖客他其实挺有天赋的，但是我觉得小嫖客最大的一点就是他没有观众缘儿，这个其实挺可惜的，他适合做那种应酬，他就是在阿赞其实就是在那种公司里边待久的人，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些技能就是生活，我觉得他也不想这样吧，但是他生活就是这样。大瓢身材也很好，好倒没有说特别好，但是大瓢我觉得他跟我的三观也是我俩也是能聊好多。就是有些人其实跟你的三观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跟他交流起来，比如说我跟卡卡我们的三观不太一样，就是我跟卡卡不是一路人，可以这么直白的说。所以我跟卡卡的交流基本上都不太顺畅，就是我们的思维模式不一样，包括认知不一样。但是我跟阿赞和小嫖客、龙二，我们的认知和就是那个思维模式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能聊很多内在的东西，就会聊很多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呀之类的，顾大虎的表演在你心里能排前5吗？能，他能。顾大虎他天生他就是一个适合演戏的人，因为他学的播音主持嘛，播音主持他的基本功就很好，所以他的表演挺好的呀，这个确实是挺牛的，他确实是。为什么我觉得二把刀他演的好？因为他确实他大学也学表演，他们都会学这个一些浅的一些东西啊。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比一般人要有优势。对呀。创作背景是这首歌是有一个粉丝，然后他是因为 gay 的身份，然后他比较压抑，身边的他也没有朋友，然后好像跟家里的关系也不太好，所以他就连线跟我倾诉他的一些事儿，然后我就写了这首歌，老公，你上7楼把那个烘干的衣服拿下来了。什么？把烘干的衣服拿下来。等会儿我去拿。你别忘了。你这个衣服是你健身穿的吧？是。
以成为公益主题曲了。当时写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后来是我确实觉得这首歌其实写的有点大了，然后我又觉得我自己能力不太行，然后当时就找那个胡二唱，当时胡二也没走直男圈，那个时候我觉得胡二就是在 gay 圈还蛮厉害的，所以我就想找胡二合唱，结果没过几年胡二开始玩抖音了，然后就进入大圈了，然后我觉得胡二就有点刻意回避这个群体了，所以后来这首歌我也没再去用这首歌了，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俩合唱的歌曲，我怕会有一些牵扯，虽然说这个版权是在我，但是这合唱版本我得去跟他去交流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觉得说他现在发展的方向应该也不想往同性恋这边走了，所以我这首歌就属于就把这首歌压下来了，就是没有再去用这首歌在我的剧里边是改了歌词，就是我会觉得说我要去用这首歌的话可能对他影响也不是特别好，然后我觉得他也没有办法明说，因为这首歌毕竟版权在我手里对，因为我当时我好像要用这首歌，然后我跟他打招呼了，他不回复我了，他已经可能他那个账号不用了或者怎么着，反正我说我有一部剧，然后想用这个当主题曲他也不回复我了，我记得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回复，然后我还能看到他这个账号在发一些动态，他就是不回避了，我就不回复了，我就觉得他那我就懂了，我就没有再去用这首歌。能理解人家好不容易抖音能有这种成绩，毕竟跟这个群体绑上确实是会影响到自己的商演包括很多东西才知道他，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我也就不用这首歌了我其实我也是怕别人觉得说，哎呀，人家火了，然后你用这首歌蹭热度之类的，不想有这样的声音，就会觉得说，哎，那就不用了呗。很多时候就是压倒性的直男直女，是的，就很多时候很多关系我们只能去这样处理，就我再给大家讲个八卦，这个可能也会以后可能会拍下来，这个故事可能以后也会拍下来。如果说我再拍剧的话我可能说我不拍了，但是如果再拍的话，我可能会把自己做直播，然后一点点做自媒体的这些事儿全拍下来嘛。我曾经做直播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然后我们是直播的同事，后来我就在直播里赚钱了，然后他也陆续的赚钱了，然后当时有一个平台叫方糖，然后那个方糖的那个管理人员就特别喜欢他，然后也一直捧他，他呢也会经营粉丝，他跟当时的榜一大哥好像就是谈恋爱了，后来呢跟这个榜一大哥后来谈着就没在一起了。然后这个榜一大哥居然也给别的同类型的主播刷钱，所以他一方面失恋了，一方面就是跟另外一个主播是相同类型的，所以他俩就有点对着干。
但我那个时候呢，我是一个属于偏猴子，所以我跟任何的主播其实都不犯冲，而且我的直播间吧，没有什么所谓的大哥，都是那种歌迷，所以跟任何人都不冲突吧。后来我直播间里就出现了一个大哥，这个大哥也是追我，我也就寻思，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单身嘛，就说那试着接触呗。后来发现这个人就线下了，他其实就是一个粉丝，他也不算什么大哥，但是呢，因为这个人喜欢我，就给我刷了一些礼物。他那个时候吧，刚分手，然后可能有点嫉妒吧，就搞事情了，就跟这个我的这个追我的这个粉丝，因为我确实拿他当好朋友，我就说我说那个有一个人喜欢我，然后我也想跟他接触接触，但是我跟他接触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这个人不合适，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说这个事儿，我就跟我这个好朋友就说了这个事儿，结果呢，他也知道这个人，所以他就私信就是跟这个我追我的那个粉丝就说了，说百里其实不喜欢你，他早就想跟你说了，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说，然后这个追我的这个人就挺生气的，就认为我在玩他之类，反正他就是从中搞了一个事情。后来我就这个追我的这个人就跟我闹起来了，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就问出来了，他说你小心你身边那个人吧，是他在挑拨。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也是导致了我在圈子里没有什么朋友的主要原因，就我不相信了，就最好的朋友那个时候就认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这些利益啊，因为这些嫉妒啊，他居然会在背后搞你，因为你没惹到他，但是他就是坏，他就单纯的嫉妒，所以就是居然挑拨这种事儿。我觉得这就是成长路上你该去经历的事儿。从那以后，我基本上圈子里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朋友了，就会觉得说朋友真的是阶段性的，而且朋友真的有一天会咬你一口，你不要啥都跟你的朋友说，特别是同性恋圈子。如果你们有这样的疑惑的话，其实你们从我的这个故事里边，你们就能找到答案。有的人甚至因为你找了这个对象，他也喜欢，然后他就会嫉妒，为什么这个人跟你在一起？会有这种现象。具体我不多说了，反正我就觉得说，朋友真的是阶段性的，任何时候不要跟朋友走得特别近，不要啥都跟朋友说，可能这帮人会咬你一口。我觉得情侣还好，因为情侣真的跟朋友不一样，情侣你们可以一起做好多事，但你跟朋友不会。台湾那个亨利那天直播看绿豆说认识你还找过他拍剧，真的吗？我们知道彼此，但是好像不算认识，没见过，然后也不算特别熟。找没找他拍个戏我真忘了，但好像有提过那么一嘴，但是有点太久远了。我记得好像是找他客串过，因为我就记不清了。
但是那个亨利吧，我不讨厌他，而且我觉得那个亨利其实他跟龙二是同一时期的，我觉得我心里我就会在想，我说，南有亨利，北有龙二，我觉得他俩是同级别的啊。他说疫情过不来，我记不清了，我确实记不清了，但是有可能我找过他，但我们确实是也不是特别熟，因为没见过啊。但我对台湾的一些人，我其实印象都蛮好的啊，就因为台湾人很有礼貌，我觉得台湾人，而且做事情很认真，对，我觉得这个台湾人我对印象挺好的啊。因为疫情我都不记得了啊。我觉得他来演的话，我那个时候可能是打算有一个客串的角色啊，但是台湾人演戏确实会，我不太认同，台湾人演戏可能有点口音有点难搞啊，大陆人可能觉得台湾说话的那种状态其实是有点出戏啊，但是可能找过，说话嗲嗲的，就是他们可能会出戏嘛啊。他在看绿豆哦，我真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联系没有联系。郑钧齐过来演的嘎嘎的，我的剧里边其实会有一点点要求，就是我不喜欢用涉黄的人啊，只要涉黄的人我就不会再用了。我剧里边好像没有涉黄的人啊，只要让我知道他可能有推特，然后比较大露特露的人，我都不会用。就不爱惜自己身体的，我不敢用，因为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有的时候我剧组里的人其实就直接跟我演对手戏，如果他在推特上是网黄的话，我跟他演对手戏，我心底会犯膈应，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说他在推特上什么都录，然后大吃特吃，然后我要跟他演吻戏的话，他跟别人好几批，我会觉得我会心里会觉得脏，所以我不太会用这种人。如果我听说了他有一些行为的话，可能会踢出剧组，会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演员，后来我就知道他有一些问题，所以我再也没用过。这是我们现在绿豆剧组里边，好像陈博好像有一点点漏，但还好，就是他没有漏那个特别夸张啊。陈博有一点点，因为我是刷到他了，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幸亏呀。我其实不太明白，不太明白啊。名字涉黄，他名字就是他有推特，然后有推特会发一些相对浅浅的漏，但是不是说漏器官就还好啊。我觉得你秀一下身材，我觉得都能忍啊，因为你。现在很多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观念我也不太认同，就是想通过露身体然后有粉丝，不懂，
对，他发的还行。有一些人做网黄，其实是为了想有粉丝，想被关注，用错方向了，我觉得找错方向了啊，能懂不？反正现在我合作过所有演员，我对龙二的评价是最高的。一方面是他演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很爱惜自己的名声。我觉得龙二这点做得很好。我经常会听说龙二的一些八卦，但是我看到的龙二是他很在乎自己的名声，很注意自己做事情的分寸。虽然说龙二的八卦满天飞，我不相信，因为同样我的八卦也满天飞，我知道那些八卦就是八卦，所以我会相信我看到的龙二啊。龙二人多的场合他都不愿意去的，因为他怕扯上一些是非，我觉得这点非常好，这点非常好。对，我们都会有一些八卦，这些八卦就是，反正我自己经历过这种八卦，我觉得是假的，所以我听到龙二的八卦，我觉得也是假的，起码我自己，你知道，我经常会在推特上看到有人 AI 龙二的照片，你们能刷到吧？就是在推特里边。有人 AI 龙二的照片，色情的照片，我一看就知道是 AI 的，啥都这么吓人。对，他们就是脸挺像的，因为它就是 AI 的呀，那个硬盘就是 AI 脸，然后上去了，然后身材不是龙二的。因为我们在剧组拍戏，我大概知道，我虽然说不知道龙二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体型那不是龙二的体型嘛。我不知道大家刷没刷到那个视频，就是我跟龙二在芝麻一的时候，有一场戏是他把我推到带床，然后我俩接吻在一起，紧接着就是画面就黑了嘛。然后有一天那个有一个人跟我说你跟龙二怎么假戏真做呀？我说怎么了？然后他就把那个照片那个视频发给我，然后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在那场戏按了之后，他们紧接着剪辑了一个啪啪啪的一个后半段，然后所有人都觉得说那是我跟龙二未删减的戏份，就跟我说你们怎么真的对，他们就是把那个黑的那个画面，然后紧接着他们剪辑了别人在那个酒店里的啪啪啪的视频。然后我说你们其实这很好分辨，我那场戏是在家里拍，然后他下一场戏是在酒店里边，我说背景都不一样，而且仔细看那个身材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很多人就看个热闹嘛，他们就觉得这是真的，他们就觉得剧组里就这么乱所以就是我也挺无辜的，我就觉得说这个我怎么去澄清啊？就没有过嘛，那仔细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人红是非多他默默健身练完就走了。反正我觉得龙二挺好的，我到什么时候我都觉得龙二挺好的，我们三观也相同，然后在拍戏这么多年，其实他真的还
蛮捧我场的，他也蛮信任我的。后来我觉得他不来拍，我其实是非常能理解的，就是他接受不了网络暴力，他是很惧怕网络暴力的，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年纪大了拍这些东西可能会有人攻击他的容貌身材啊，他会有这方面的焦虑，所以他不来演，我觉得非常能理解，就是包括我现在演戏，我也会被攻击容貌长相，对，我也会被攻击，但是就没办法，就没办法，我是下午睡觉然后睡多了，就互联网这行饭吧，就是有人就是会攻击你啊，你优秀的时候，别人攻击你什么造你的黄谣，然后其实最近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乔杰胜，你们知道吧？乔杰胜去那个厦门的一家酒吧去演出，然后那个视频放出来以后，我真的就觉得很可爱，然后很好看，然后又很诱人的一个视频，但是评论区里都在说什么，就是在嘲讽他，说年纪大了做什么都心酸，反正就是各种诋毁啊，各种酸呐、各种谩骂呀，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觉得乔杰胜身材、容貌焦虑、容貌啊、长相啊，还是很顶级啊，很抗打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哎呀，如果他那样的长相都被攻击，年纪大之类的，我都觉得说，就没有道理可言啊。内心要很强大。没有一个人绝对的持续的能强大起来。我觉得我算是比较强大了，但是其实我很多时候我也会被一些评论搞得心特别烦，然后焦虑、抑郁都会有啊。但是我认为这是阶段性的，人不可能，因为有的时候你的情绪啊，其实是事儿赶事儿，然后就无限放大了。这你要是长期的心情好的话，这些评论其实没有多大影响，但就怕你这段时间有其他的事儿，再加上网络暴力，可能哎呀一下就受不了了。所以要很强大，我觉得这个有点强人所难了啊。那就像杨幂，我觉得杨幂就总被黑。我就说这帮人，他多大牌的人都会有人在黑他。比如说我现在能想象的，杨幂、杨紫、李宇春、华晨宇、张杰，包括那个易烊千玺，就是依然会有人黑他们，包括吴谨言、赵丽颖，对，就是他们再优秀，还是会有很大一批人讨厌他，包括那英，包括宁静，这些黑，就无论说你做的多好，都会有人啊，这个黑是你根本就杜绝不了的啊。就是你咋办嘛？就他们如此成功，还是会被别人盯着不放，包括吴京。我最近看了那个吴京的那个标人嘛，我给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就没办法啊，这个黑是没办法的，你怎么办呢？就是你就，那有的人就是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那英？我也知道那英可能有的时候说话吧比较冲，或者说对人对事儿吧比较黑，嘴比较黑，还打粉丝，对吧？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有，但是你包括杨幂，大家黑她，确实是因为杨幂的演技确实就是不好你让她挑大梁确实是不行，包括赵丽颖，都说赵丽颖努力，但是赵丽颖确实是演技也就那么回事儿。你要说演技的话，赵丽颖的演技可能也只能到70-80分，但赵丽颖她演的是大女主她演的大女主，70-80分的演技其实会有一点点低。但是你说孙俪，她演技如此之好，但是孙俪的演技也会被质疑。你这些东西你经不起大家放大的去挑你毛病，没办法，因为你越多的流量，越被大家挑三拣四。包括华晨宇，我一直都觉得华晨宇的唱功是现在年轻一代的男孩里边算是非常顶级的了，但是华晨宇就是被，对呀。你觉得赵丽颖演技很好？赵丽颖不是演技不好，是演技一般，就是她是一般好，她不是顶好，因为赵丽颖的资源她太顶级了，明白不？就是她跟易烊千玺、跟那个什么王源他们都不一样你捧这帮明星，别人应该也捧这帮明星，那算老几啊？为什么红人捧？为什么？这叫贝吉特。贝吉特，我们只是在讨论一个事情，我们没有在捧，就是我们只是在讨论，没有在捧谁你不喜欢明星，或者说你喜欢科学家，你喜欢慈善家，这都是你自己的观点。我到现在我也没有说是谁的伪粉，或者说我也不追星，我只是单纯的从演技包括这些事件里去点评对，没有说他们一定好，我就是一个不粉别人的人。你包括我抖音上我也不关注别人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娱乐圈就是娱乐，倒不是说他们是戏子，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说的有点太高傲了，你戏不了别人，相反的你是被玩弄者。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我不推崇任何一个明星之类的，我只是看他们的作品。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就是有一个明星叫什么来着，叫那个叫啥来着，就是那个得了那个威尼斯那个电影节的那个最佳女影后辛芷蕾辛芷蕾，我不觉得她演得很好我只是觉得她有人格魅力，但是我也不觉得她得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主会给国人争光，因为我觉得老外的审美有的时候就是会比较独特，
他在国内吧，其实他演技也不是特别好，啊，对他不是特别好，所以有多大的荣誉感没有啊？包括什么国人什么骄傲范冰冰啊什么的，我也不觉得是有多骄傲，而且我觉得这个都是营销，可能国外人眼里觉得范冰冰也没多了不起，只是咱们范冰冰的团队在鼓吹，让大家觉得说她在国际上有影响力。包括章子怡，大家都说她演技不好，但我觉得章子怡演技还可以。巩俐气场很强，我也不觉得巩俐演的有多好，这些东西都是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所以我不追，我不跟着大家的评论去走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他的演技好与坏是你自己要去就是自己去理解的，不是说别人吹捧你就要跟着追，你不是追随者啊。你像很多人会觉得说捐款怎么样，你捐款他也有的人捐款，他也是有一些事儿他才捐的款啊，就是你们根本就被这些媒体玩弄着，它不是真实的一些事儿啊。蒋欣演技咋样？我到现在我都没觉得说哪一个演员他演技能够驾驭各种类型。我觉得演员普通的演员其实演戏就是像海清一样，就是他们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然后去驾驭这种角色，我觉得就满足了一个演员，就是他们的基本的一个技能就好了。有的人说演技就要求一个演员演什么像什么，我觉得这个有点太为难演员了。就好比说什么呢？就好比你让蔡琴去唱 R&B， 你让蔡琴去唱 R&B， 或者说你让那个李宇春唱那种欧美的那种大歌，他唱不了，你就强人所难。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能百变的，我觉得这个就还好吧。就是你喜欢这个人是因为他不一样就好了并不是说他各方面都能百变，能驾驭好多东西，驾驭不了。这个每个人不 OK 啊！你不要拿别人的短处去比别人的长处，对不对？这个太严苛了他睡着了，他本来他这个点他就要睡觉了。绿豆更新吗？绿豆不更新。对呀，我喜欢蔡琴，我就是喜欢她唱那种民谣的那种，或者说那种她属于她自己的歌的类型，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百变现在让我觉得唱功最好的这些男歌手里面唱功最好的，能达到我的认知的唱功最好的，我觉得第一梯队就是王力宏。王力宏我觉得真的是厉害的， R&B 民谣什么类型他都能驾驭的你像周深，有人说周深他也是比较单一，他的风格是比较单一的就是周深适合唱那种大歌，他适合唱那种大歌就王力宏是综合素质是最高的综合技能是最高的王力宏。还单一，你让周深唱 R&B 能行吗？
们不要说是谁的伪粉，然后你们就在那块故意吹这些东西。你是周深的粉丝，我能理解，但是周深的嗓音不适合所有的歌啊。但是相对而言的，王力宏其实适合好多啊，他可能更综合一点啊。你说唱功不唱功的这个东西，对吧？美声、京剧啊，流行，你给票我不给票就完了，你别在这上纲上线的，切克闹什么嗷。你喜欢周深，不反对，我也没有讨厌周深啊。你喜欢你就喜欢，你别在这块发疯啊。因为我就特别讨厌一种粉丝，就是跟疯了一样，就是只能别人喜欢他们家歌手啊，不能讨厌啊。我觉得这种粉丝就跟精神病没两样了都。而且就是你天天追捧着这些明星，跟你有什么用吗？就是你内门弟子真碰不了什么老祖什么，精神不好。不困吗？我下午睡多了。那吹捧周深的，我说实在，周深的歌，我大概就知道什么类型，我听多了我就知道啊，他就是这个固定类型的，听着就挺，就那么回事儿了，给我最多惊喜、最多变化的就是王力宏。但我不是说王力宏的粉丝，从技巧上，从技巧上，其实王力宏其实多变，而且他唱功真的好。有些粉丝就是太极端，反而给自己家艺人招，给自己家艺人招黑，你这是什么叫给自己家艺人招黑？那又不是他家的，人周深知道他是哪位啊？跟疯子一样，就是天天维护这个追随那个，人家都不知道他是谁。就我只能说，就是说大家喜欢作品就好了，你别太上赶着说什么什么自己 idol 之类的，那不神经病吗？自己生活一团糟，对不对？就你喜欢作品，这个作品能给你带来一些情绪、一些慰藉，我觉得这个就还好啊。我家什么周深，我家王源有啥用啊？你吃不起饭的时候，你家周深、王源给你转钱了吗？不是这么个道理啊，量力而行。为啥这个点儿了还是这么好看？因为我睡不着觉，我在直播。主播很敢说，我当然敢说，我就说，怎么了？这有啥不能说的吗？我其实我之前我这么多年，其实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明星就是郑恺，但我就知道我为什么
喜欢郑恺，因为我喜欢他的颜值，我喜欢他身上那个洋气的那个劲儿。但后来郑恺上了跑男以后，我就觉得他火了。火完之后，我从郑恺的身上我就感受到郑恺就有表演痕迹了，他就在立人设，然后有表演痕迹了，我就觉得那不是我当时喜欢的郑恺啊，所以我就不再粉他了，我也不再关注他了。现在偶尔还会刷到他的新闻，但是就完完全全没有之前的那个关注的点了。但是那个时候也不太会说追随郑恺之类的啊，他的东西我也不是说完全在看，我是完全理性的。包括现在你知道，有很多人就是在抖音里边发那个樊振东，樊振东吗？对，樊振东啊，樊振东。包括在樊振东之前是雷佳音啊，天天呢就是为了颜值，然后去在那个抖音里边去搜集他们的照片呐、然后说这是自己的理想型啊，这都能理解啊，这都能理解。哎，樊振东确实好看啊，但你说有多好看呢？没多好看，没多好看，但是他确实是腿挺粗的，挺白的，笑起来挺可爱的啊，这个都能理解啊。他那个小粗腿儿确实也好看，但是你说让我天天收集樊振东的照片，我也收集不了。包括雷佳音，雷佳音笑起来确实好看啊。他没火之前确实挺青涩，但是就还好吧，啊还好吧，没有觉得说是自己的天才之类的。清醒一点吧，你有喜欢的人都可以分清楚一点。对，我的前半生好看，是啊，老婆热了，我给你开空调啊。吵。你直播的时候就这么吵啊？我直播是因为我们说好要直播，我才会直播的。我现在也是陪伴着没有睡觉的我的家人们，而且我是用这个气泡音跟大家说的，性感的气泡音，希望不让你的老公在你身上闻到一种味道。睡不着啊，你在播。你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起来嗨。你要不别说话了，你就在那儿看着。不行。那你要不下播吧？为啥呀？吵得我睡不着。不行。很霸道，然后他很霸道的。你都这个点儿了，还播啥呀？还有95个人呢。30正是嗨的时候，是的。你俩谁是一？
直播的是1，躺下的是0。在这段关系里边，我觉得，我是生理1，心理1，他是生理0，心理1，就是我俩心理都偏1啊。打扰叨叨休息了，我其实今天被他惹到了，就是我会觉得说，因为本身其实他就怕我家里人，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家里都会觉得比较突然。第二点吧，其实我跟他在一起，就是经常我俩会直播，然后会直播吧，他就会经常在直播间里，就是就会说一个观点，就是说什么呢？说就是百里对我很好，然后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我来处理。其实我觉得说这一点，我觉得二把刀做的就是，其实他想证明给大家看嘛，就是说百里不是一个 PUA 的人，百里是实打实的对他好之类的。但是其实有一个细节，其实我们都忽略了，就是我家人听到这句话，他们什么感受？就是我妈没事会看我们直播，然后就会听二把刀在直播间里说什么我所有的钱都在二把刀这儿。家里人可能会觉得说二把刀突如其来的跟我在一起了，然后又把所有的钱，我儿子所有的钱都在他手里，家里人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所以家里就会觉得说二把刀是不是通过了什么手段呢？或者说二把刀怎么就是这么有道行啊之类的，就他们可能会多想，然后从某种意义上他们就会担心我。我家里跟我问我这个话的时候，我就直接跟家里说，我说你们别管这些事儿。这无形当中吧，又加剧了家里对我的担心。然后紧接着呢，就是二把刀可能又会，他本身二把刀他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他就会觉得说，可能家里更喜欢小大夫多一点，所以他又不敢接触我家里人。这么一来二去吧，反正就是关系吧，就是有一点点疏远。我夹在中间，我其实就一直在说好话嘛，我就说二把刀的好话。但是我觉得依然打消不了家里对二把刀的，因为对二把刀不了解嘛。我索性我也不愿意去再跟家里说太多的东西了。但是呢，你说，你就说二把刀会理财，二把刀确实是会理财。我其实觉得我家里有的时候吧，确实是有点奇怪。我都这个岁数了，而且我处对象，我愿意把钱给谁就给谁呗。家里可能就是会担心上当受骗嘛。我跟二把刀突然在一起的那个，当时网上对二把刀的风评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小大夫呢，我那个前任也觉得二把刀也是这种人，所以他就跟我家里人说二把刀可能图我钱才跟我在一起的，我家里可能真这么觉得的，所以这都是事儿赶事儿，你知道吧？哎呀，就是闹到现在吧，就是二把刀有的时候说话吧也是特别直，他就跟我说，其实有好几次吧，我都觉得二把刀不该说这种话。二把刀说以后我再不接触你家人了怎么样的，
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你不能这么说嘛。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我夹在中间，我其实有一点不太会处理。包括今天，我看见我姐在直播间里，她突然说了一句话，她说：“啊，就是你家里人分寸拿捏不好。”那时候我姐正在直播间。你就算怎么说，你也不能说你家里人分寸不好，你这不在指责长辈吗？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又是个事儿了。所以我就一直，我就觉得我真的处理不好了。啊，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姐正在直播间，就是没办法说，没办法整，你知道吗？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肯定是更向着二把刀，我也会给二把刀很多我自认为我觉得我该做的一些事儿。但有的时候，可能二把刀想要的更多啊，或者怎么着，我就觉得，哎呀，而且其实二把刀都明白，二把刀有的时候他明白，其实我对他很好，但是他有的时候吧，他上来那个情绪啊，挺让人下不来台的，保护弱小，二把刀可怜巴巴，你就会恋爱，就是吃这一套保护弱小，二把刀可怜。保护弱小那样，二把刀可怜巴巴的惹你怜爱。我不知道你这句话的这个重点是什么。就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其实我对二把刀很好，我觉得我对他很好，但是他有的时候吧，他有些事儿吧，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一五一十的说，因为这里吧包含他跟他前任的事儿。现在因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会把我所有的事儿吧都会跟大家说。我是一个不隐藏的人，我也不太会遮遮掩掩。我身边的人，我处理的很怎么说，很在明面上。但二把刀有一些关系吧，没办法跟大家说，因为说就涉及到一些比较敏感的关系啊。怎么说呢？这很多东西不是说二把刀他的理解啊，只是我会觉得有的时候二把刀可能真的不能去更立体的去看一些事情。现在是103人，而且就是大半夜的，我其实可以跟大家说的非常直白。我对前任好，其实就是因为我会觉得我不幸当中干预了别人的因果，我无形当中干预了小大夫的因果，好心办了坏事儿，所以他那么大压力，我就会觉得说我不在别墅里住，我就让他在别墅里住吧，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缘故。第二点呢，本身我这个人就招黑，我做什么都是错的，我这个时候要再不对小大夫好一点，肯定又会有人说了。第三点呢，确实是我跟小大夫这个相处2年了，相处2年了，所以有一些生活的一些关联，
他没有办法处理的那么干净，因为你们没有我不知道，哎呀，我怎么跟大家解释？就是你谈恋爱，但凡超过2年的关系，不会像是接触了3个月，或者说异地恋那种，说不在一起就不在一起，能撇得非常清楚的，那不太现实。2年就涉及到彼此的生活了，那你这个东西没办法整。是我当然我知道，就是说，常规意义上是什么？你处了新对象，你就应该跟过去的对象撇得干净一点。那我不可能说，因为我跟二把刀在一起，我说小大夫，你出去租房子住吧。我怎么能这么处理呢？处理到，如果说我这么处理了，小大夫心里有一些埋怨的话，可能他的粉丝群众，包括我们的黑粉，听说了我这么处理的话，我跟二把刀怎么办呢？我俩又会被推上骂名。所以二把刀根本他就不想这些事儿，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些都是你认为的，那你就是吃互联网这碗饭的，你就得考虑到这些事情。其实综合来讲的话，只能这么去处理。你要柔和的处理，就没办法解释。在他眼里就是说，1是1，2是2。我就觉得这个网友跟他的思想是一样的，我就觉得这个很没办法处理。我期待的就是什么呢？你不要跟网友的思维是一样的，因为网友他是没经历过什么事儿的，没办法说。是不是对他太好了，他又怕失去，所以有点应激。二把刀不就是，如果有一个人问我说，你觉得二把刀他是一个有心机的人吗？我会回复我说，二把刀有自己的小心思，但是他绝对达不到心机，他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二把刀其实没什么，严格意义上他没什么脑子，所以他很多事儿处理吧，他就是1、2、3，黑白，他就是这样处理所以你这么处理，吃互联网这一行饭就是有点不行。我就觉得他今天在直播间里公然的说你家里不会处理这个关系，这个事儿又大了。以后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安排，就是大家一起吃饭见面之类的。所以我今天我就有点睡不着了，我就会觉得说，真的是，他就控制不住，他就在直播间里就那么说了，我就，拦都拦不住。和小男友吵架没有啊？我这个男友也不小了，我这个男友跟我同岁，而且我跟二把刀基本上吵不起来，有的时候就是和前任现任一起吃饭会尴尬，不会让前任和现任一起吃饭，不可能，不会让前任和现任一起吃饭，那怎么可能？
在我心里，我会觉得小大夫其实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然后他其实也逐渐的就是，我觉得他有就是做好离开我家的这个打算了，所以其实我当然我没跟他聊过这事，因为我跟小大夫不聊天嘛。我觉得他已经最近一段时间，他其实就是有打算离开，但是我那个时候没跟二把刀在一起的时候，我跟小大夫说过一句话，我说咱俩在一起2年，我又无形当中给你买了个房子，你又背上了贷款，我说你现在房价又跌，我现在又去北京上学了，这个房子也是没人住，我说你就住着吧，你在这住2年，你能省点钱，然后这样能减轻房贷，能多还还房贷之类的。我说你要听我话，你要是处对象了，你就搬走；你要不处对象，你千万别折腾，出去租房子住。我说这没必要。我说怎么的？你坚持2年，这2年你能攒点钱？我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觉得小大夫其实现在也因为我这句话也在纠结，就是说我曾经答应过百里，要在这住2年之类的，所以这个事儿我真的没办法说。哎呀，很多东西真的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这计划没有变化快嘛。主播好，你好。这开心每一天，开心每一天你不睡觉啊？我感觉叨叨今天有情绪，然后着急，没有仔细考虑就说出来了，所以我在旁边我就拦我都拦不住嘛，我就突然就是看到他说这句话，我不会因为他说这句话我会生气，我就在想说，他不知道我家里人会在直播间里吗？而且这又是我的直播账号。为什么没人爱我，没有人支持我，我都无关，不比你差东西啊，不比你差东西，不比你小。然后呢，你跟我比什么呀？你都不了解我，你跟我比什么？主播结婚了吗？我没结婚，你关注我一下，我不关注别人。我看过你的小视频，然后呢？你跟我比什么呀？你想比什么呢？就是这个浪豪119，你想跟我比什么？咱俩比一下，你说说你的成绩，咱俩你说你不比我差，我看看你哪儿不比我差。比五官，比东西。你的头像是你本人是不是？你的五官长得确实挺好看的，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你的五官。对，就是不是，就是我觉得你的五官可能是我的菜，但可能不是所有人的菜啊，所以你认为
一些事儿吧，不是说所有人都应该这么认为。再有呢，什么东西什么的，东西你什么东西，就是你说你的林俊杰比我大是不是？你说你的林俊杰比我大是不是？还是怎么的？说什么东西大什么什么？楼层高，楼层高呢？你比楼层高的话，可能你做某一个行业可能要求楼层高，但是其实处对象这玩意儿吧，就处对象这个东西吧，它可能就是楼层太高也没太多的用处。处对象吧，主要看的是什么呢？主要看的就是俩人合不合适，而且呢，就是处对象就是就是它跟大小没关系啊，就是够用就行。今天直播又走心了啊！第3点呢，就是我很好奇，就是你有对象也不在3更半夜直播，都差不多。你有对象也不在，就是我觉得这个浪豪19，我觉得你的发言就让我觉得你在乎的点就很奇怪就什么半夜直播怎么了？就是你说的点让我都抓不到你想表达什么，就是你比这个干嘛呀？就是就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就是很你那个浪豪19，你这个19，你这个19是你的尺寸吗？浪豪19，这个你这个19是你的尺寸是不是？就正常人不会把尺寸放在那个就是名字后边，就是我觉得你的生活圈子可能有一点点奇怪，就是你在乎的是楼层也是网络人，你也是网络人，但感觉你这个把19放在名字上，感觉你我说是我的猜想，我感觉你好像是一个，你是不是 MB 啊？当然这是我的猜想啊，我没有攻击你的意思啊。你是个 MB 吗？或者说你从事过 MB 相关的工作吗？就正常人不会把名字后面把楼层报出来。你是为什么会把名字后边标这个东西呢？而且你的楼层是你比较引以为豪的东西吗？我没有别的恶意啊，你别本来就高，就你没回答我的问题啊，你为什么会标榜你的楼层高呢？就是你生活当中，你觉得一个楼层高就是很重要吗？你觉得就是你为什么会标榜这些东西呢？自信，我觉得你这是自卑呀，这不是说自信呢，我觉得你这个是挺自卑的行为。
就像你的五官，你的层次，那你为什么直播？你不是想你的颜值吗？那些没有颜值的、没有东西的标榜敢说话吗？这个浪豪，我跟你说一下我自信的东西，就是楼层高是你自信的东西，但是这个浪豪19啊，浪豪19，我跟你说一下，就是你觉得你自信的是楼层，其实我真正自信的，我觉得是我的才华。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比的话，你拿你自信的东西跟我比的话，我10年拍了5部作品，我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我上过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我出了30多首原创的歌，我文笔也还不错，我开过酒吧，我有一些资产啊。你没听过我的歌，能说明什么呢？能说明我不够火是吗？还是怎么着？你没听过，你代表着什么权威吗？就你觉得你很权威是吗？就是你没听过，我必须得被你听过才算是成功是吗？你来一首很出名的歌，很火的歌，我那个评论区里帮我回答一下吧。评论区里帮我回答一下，大家觉得我哪首歌算是比较火的，让他自己去听一听北京目的地，北京目的地又怎么了？北京目的地是你开的？还是什么？北京目的地跟你有什么关系？老公，这个灯太亮了。啊？灯太亮了。什么？这灯太亮了。怎么了？北京目的地怎么了？你说一说。那个什么豪19，北京目的地是邀请过你表演，还是北京目的地让你免费门票了？没见过你，我必须得在北京目的地让你见过。我就觉得你的认知有点太浅了。什么北京目的地？你去过北京目的地，这是你人生的高光时刻是怎么着？我没去过，就代表我不被这个圈子认同是吗？就是你刚才说了一个叫层次，就是我真的觉得你的生活的认知和层次其实真的蛮可悲的全国同性恋酒吧你都去过，那不有钱就能去吗？全国同性恋酒吧不是有钱就能去吗？这有什么可炫耀的吗？这个是怎么了？这个不是，我就想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所以这个世界其实是蛮丰富的。没有人觉得特别诡异吗？而且我就觉得很多人就是觉得这个圈子里啊，大家把颜值看得很重要，就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圈子里大家看颜值。我自认为我的颜值其实算是一般人偏上，就顺眼一点的人。而且我其实喜欢的类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太喜欢那种长得特别好看的人。我喜欢就是如果说按长相的话，我不会喜欢雷佳音那种长相，我可能喜欢黄海波那种长相。哎，这你说黄海波他长得好看吗？他就是顺眼，然后就是他人格魅力，他就是有才华，然后我就爱看他演戏。黄海波的每一部戏我基本上都看。包括我还喜欢文章，我也不觉得文章好看。我不觉得文章好看，就是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那个，就是一定就是说这个圈子里火的人一定是好看的人，为什么呢？就是你的生活有点太单一的标准了。就是顺眼，就是好，就是我觉得一个人顺眼再加才华，我觉得就很重要了。相反的，就是王力宏，我又要说到王力宏了。王力宏唱歌又好，长得又很帅，个头也很好，然后又洋气，但是我对王力宏喜欢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就觉得王力宏可能他各方面都优秀，包括刘亦菲，我都不会说特别喜欢这种又长得好看又怎么样的人，我都不会觉得。我相反，我可能我的审美可能是闫妮儿闫妮儿，还有那个，反正就是这种。我觉得闫妮儿一出来我就想看，沈腾一出来我想看，贾玲一出来我想看，刘亦菲一出来我不想看，因为我知道刘亦菲她大概演的是什么类型的剧。杨洋出来我知道他演的是什么类型的剧，所以我不觉得长得好看是我的标准，我也不喜欢被别人拿来评判我的长相，这是你们的标准，这不是我的标准。我觉得太漂亮的人演戏就很脸谱化。我不觉得那些长得好看的人演戏就很好，相反的，我觉得他们演戏都，特别是杨紫。杨紫是我会觉得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杨紫的偏见有这么大，我觉得她演戏真的很差。她哪怕她再会哭，她演的什么白蛇什么的再会哭，我也不觉得她演的好。他就是整容脸，我就是不喜欢。老公，你还要播多久啊？干嘛？我实在睡不着。还没好，小的时候演的呢。我再播11分钟。还没小的时候演技好呢，是。
正就是杨紫演了一部青云志啊，我的妈呀，真的气死我了。就从那部戏以后，我就真的原谅不了他。他演那个陆雪琪，是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一部小说的最漂亮的女主，她演了，演的是一个冰美人儿。唉，觉得真的好生气呀。对，诛仙是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一部小说，居然让她演了陆雪琪，天下第一的美女，那部小说最漂亮的女主，就是那个文章里写的，就是陆雪琪是美的，哎呀，就是巨美的一个女主了，让她演的，气死我了。我觉得女孩里边长得最好看的，对，所以我就特别出戏的，就是她在脸上打了那些东西。就这个事儿，我原谅不了她。我觉得她近期演的最好的就是不是近期演的最好，就是她后来角色里边比较适合她的就是邱莹莹，她就做好邱莹莹就好了。欢乐颂里边其实就是她适合她的路线，你就不要走美女路线了。热辣滚烫也行，对。看像个在跳你呢？害怕什么？叨叨饿了困了容易生气，他现在就生着气呢。他睡不着觉，他就生着气呢。但其实我也生气，我觉得他今天太没脑子了。这么早没睡，是的，没睡。其实你们都不知道，就是一直，哎呀，我就觉得我心里也有一肚子气，就是因为二把刀和他的前任，现在这个点儿了，应该没有人去通报了，没有人在这挑事儿了。算了，不说了。你又想前任了？没有，不是我没有想前任，我就是会觉得有一些事儿吧，其实大家互相理解互相理解。
今天他跟发疯了一样，我是不太理解。说来听听。台上做秀，台下做人，没有那么复杂。这个19的这个楼层高的这个人，我就觉得你把生活，就是你的认知可能把生活复杂化了，又把一些复杂化的东西看简单了，就是你的节奏是不对的，就是你看事情，我觉得你是跟别人是。就我觉得你说的话都是让我会觉得说你这个人就是跟我完全就是相反的一个人，就是你这个人吧，就是一个字儿，很多我听到图图说叨叨有什么东西在前任那儿，你们家叨叨给他前任贷了款，这个事儿我就过不去。你说这个事儿，你说到现在人家还没还他钱。然后关键那个时候还传说二把刀是被别人被别人养着，其实二把刀完全没脑子。就关键就是说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二把刀为了那个人贷款，结果那个人对外宣传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一直养着二把刀。然后现在他又不说，他又不解释，是安安娜齐注意。所以我就说这个个性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明这些事儿。我说既然你做了这个事儿，你就让大家知道，你不能说你又做了这个事儿，然后又不让大家知道，然后外边有传你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你又不解释。说这是我不能理解的。然后每次我要说这个事儿吧，或者说我逼二把刀去做什么事儿，二把刀就他说啊不想把事儿惹大之类的，然后他不太懂他怎么处理。每次你不催他就不着急。其实很多时候，当然我说这句话也有点后话，就是其实我也想着说给二把刀买点东西，但是因为他有这个贷款，他贷不了款了。
因为我们当时就问了这个事儿了，啊，这个事儿你让我去追在乎，我要是把这些事儿吧就都在乎了，啊，我觉得也真没法整，钱倒不多，但是我就说。我的态度很简单，我就是我其实我想，你不要在互联网上受委屈，别人在造你谣的时候，你就回击，你就说明现实的情况，你不要让别人觉得说，啊，那个确实二把刀是什么被别人养着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尽快的把这个钱要回来，尽快的把这个钱要回来。因为你不要回来，其实你就是有这个记录，做什么事儿都会，你现在任何的贷款你都贷不了。所以我觉得我前任，哎呀，他总说那个我对前任太好了之类的，他都压根儿都不看我对他多好。真的不是渣男，他压根儿他就不是渣男啊，他是没脑子，他完全没脑子，他一点儿他都不是渣男，什么那个感情里什么被别人养着，不是这样，他根本就不是这样，他们生活就是很分得很清的，而且就是他跟我在一起。二把刀，你看他跟我在一起，其实他为什么每天都做这么多事儿？我觉得他就是，他不想，就是他表面上说什么啊，那个我老公给我买什么东西，我都会跟别人说，我都会炫耀。其实不是，他骨子里他还是会有一点点不舒服的，因为他骨子里他偏一嘛。他性格他还是一的性格，所以我俩在生活上其实他做的比我做的多，我只是一个想法，他是执行者，就我俩分工特别明确，就是我有什么想法，然后我有什么项目，然后他就做的很多，他不为钱吗？什么叫为钱呢？就是海纳百川。他为什么钱呢？你是对他有偏见吗？就是说你的观点，你觉得他为什么钱？因为现在我俩的钱都在一起，他也没有说把这个钱转移了，我俩都是在他账户里边花的钱，也是从他这儿花。什么叫为了钱呢？就是海纳百川，你觉得什么是为了钱？人靠人很多，你想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就单纯的探讨一个问题。确实现在花的钱都是我的钱，但是呢，我俩在一起之后，生活上真的他付出更多一点，确实是钱是花的我的钱，但是生活上真的他一直在承担大多数的生活，比如说收拾家务啊，然后包括什么做一些辅助的工作都是他在做。如果你没钱了呢，这跟有不有钱有什么关系啊？就是海纳百川，你想说什么？
你想说什么？你想证明二把刀是一个图我钱的人，或者说你想证明二把刀是一个不好的人，你可以举例说明他哪儿不好了。没赶上好的时候，他想得到你。我这么说，我俩在一起啊，没有谁图谁。你们觉得他长得好看，我可能图他是颜值，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有一些烂事儿，所以也没有说是，我觉得我俩就势均力敌，他应该不是针对那个人，就是你自己的钱。现在生活是你出钱，他出力，没说他不好。他二把刀没有那个心思，二把刀其实没有那个心思的，就是，而且我非常简单，就是我跟他在一起，我会给他，就是放他那一部分钱，这一部分钱就是我们生活上的费用，包括我们租房子，包括我们做淘宝，包括我们卖衣服，然后都会有成本和收入，都会有日常的支出，就这个就是这个本钱一直都是我出，他一直也没钱。但是呢，逐渐的我们可能会花钱，会挣钱。现在钱也一直在他手里，但他也没有说拿这个钱就是单独花了。你知道他做的很多事情让我会觉得说我特别心疼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他过年他跟我说，他说老公，他说过年我可能会给家里买点东西。我说那你买呗，我说那你多买点之类的。我说你今年谈恋爱了，你要是证明给你家里人看，就是你越来越好。如果有一天你家里知道你是圈子里的人，然后他们会意识到说我儿子因为这个人发生了改变，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这反而是加分项。他就跟我小心翼翼，他说过年我可能要花5000块钱。我说你花呗，他特别小心翼翼的，他特别小心翼翼的。他说，然后他过年好像是给爸爸买了一个手机，花了2000多，然后给孩子，他家的孩子一些小辈儿可能2000块钱，可能就撑死了，就花了4、5千块钱，他都不敢花大钱的那种，然后他都会特别那种愧疚，因为我过年我没给家里钱嘛，我也没花什么钱，就是他是一个很质朴的人，他是一个很质朴的人。告诉你留点心眼儿吧，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这后半夜的人怎么都在这块挑事儿了？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啊，你太容易上当了，我都不骗别人，都还不错呢。二把刀没什么心眼儿，让你们说的。叨叨很好，对。新剧叫绿豆啊。我觉得二把刀很好，二把刀就是没脑子。你今天发火在那个直播间里发那份火，我就觉得非常没脑子。但是你说没脑子有没脑子的好，没脑子他没那么多歪心眼子啊，也挺
咋整？他处的都这么奇葩，那他自己也有问题吗？我不行了，我其实就觉得二把刀自己也有问题嘛。但是他最大的问题不是说他，哎呀，算了不说，反正我就觉得过去的事儿吧，我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我就希望说赶紧把钱要回来，然后跟这帮人一刀两断，不要再扯。挺可爱的，但怎么感觉你在想让我们怎么爱上他？我当然希望二把刀被大家喜欢啊，但是，不是说我想让他，我想让你们喜欢他，是我把这个事实告诉大家。因为我是一个会为自己申辩，会为自己出头，然后会解释的人，但他不是。他是一个嘴笨，然后有的时候有点莽撞，他不太会，很想问你一个问题，感觉你对每一段感情都很投入，每一段全心全意付出，我也遇到喜欢的人，但是我没有那种想全心全意付出了。你就是没有爱的能力了，就是你是不是你？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反派角色，你现在是不是情绪特别稳定了？反派角色，你觉得你现在情绪稳定吗？没有爱的能力的人，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情绪稳定。你像我们为什么还会有爱的能力？因为我们对很多东西容易上头，就是对这方面还是上头的，所以我们愿意付出。其实人一旦稳定了就那么回事儿了，所以你就就是俗话说就是老了，成熟了。我对每一段感情确实是比较投入，所以会有恩恩怨怨，或者说好与坏，大家会津津有味的会去谈论，这很正常。就有的时候我听，就是你们不觉得奇怪吗？就是二把刀身边的人会说二把刀不好，会跟我说二把刀不好，就是二把刀身边的人会跟我说二把刀不好，会跟我说二把刀做的一些事儿，然后会告诉我，我觉得就非常简单，就是我觉得二把刀是一个没有态度的人，他不表明自己态度的人，所以就很容易被别人欺负。你像我，基本上没有人会说我不好，因为一旦让我知道他们说我不好的话，我会正面刚。但他不会，他不敢，所以逐渐的，就是很多人就会欺负他。这个就是我非常非常觉得他非常非常应该改变的一点，起码做到不被欺负。
我经常跟他说，就是，哎呀，当时就网上就传说他是被包养的，说什么他跟谁在一起，然后是那个人出的钱开的什么工作室之类的，就说他金磨刀是那个人出的钱，其实不是。然后包括他那个合伙人送他一个东西，就跟他说这个金磨刀，一套金磨刀，那个人就跟那个二把刀说，这一套好几千好几万呢。结果二把刀上网上一查，几百块钱。就是他太好被蒙了，就好多人都想掌控他，就是欺负他、掌控他，就是对他说谎，然后，哎呀，我觉得这你没办法整。你像我在感情里，基本上没有人敢对我说一些谎话，因为我有分辨能力啊。一看你就是大好人，屁！我也不是什么，我是千年的狐狸。不是他前任，不是他前任。他当时开那个金磨刀店，他身边人就想让他开金磨刀店，但是这个金磨刀店其实说实在的，一个月就挣几千块钱，累得要死，扣除成本就几千块钱。但是他的合伙人就一直想拉着他，跟他绑定在一起，然后就做这死玩意儿。然后包括他出来拍戏，横扒了竖荡的，就是，哎，所以啊，他是身残出去做私教也能挣钱，是啊。我就说这个事儿啊，你说就非得干这死金磨刀，后来我就不让他干这个了。二把刀还挺委屈呢，说我这做的挺好的，生意会越来越好。我心想这玩意儿能挣几个钱呢？累得要死。他就是被别人洗脑了，洗的就怎么样了？我说你，对吧？你俩现在感情怎么样？挺好的，就是，反正我现在基本上不对他生气了，就是我现在就知道他就是蠢，我不会跟他生气了。他现在，我觉得他也不会跟我生气了。但我觉得他今天晚上会跟我生气，因为我不让他睡觉，因为我现在说话我现在说话他睡不着觉。我说呢，月收入2万怎么可能没有存款？他说的月收入2万是不扣除店里的成本，不扣除给他合伙人的分成，然后反正就是各种费用都不扣的2万。那你说这他妈算是月收入2万吗？没办法说，你跟他掰扯这些东西，他就好像不懂似的。
做私教也能挣钱，现在做私教不太挣钱了。就是现在私教吧，没有太多人请私教的，应该是想做自己擅长的东西。我觉得他擅长的东西就是拍，就是他喜欢拍剧，他也爱拍剧，他也喜欢音乐，所以他跟我在一起吧，他觉得每天他都有特别大的动力去做，不像那个时候做一些他不擅长的东西或者上的死班儿。他现在就是每天帮我做专辑封面什么东西啊，他都特别有劲头。我就觉得包括他剪辑这些东西，虽然说剪辑很辛苦很累，但是他真的反反复复看这些素材，他就是喜欢热爱。所以我俩在一起就真的是缘分吧，就真的是缘分。恰好我做的事他也喜欢，而且我俩性格也比较互补。每个人都有以前，是的，每个人都有以前。但我就觉得他嘴特别笨，然后很多人误解他，他也不澄清。你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他跟他的合伙人说一句话，其实就是想跟他合伙人维护他跟他合伙人的关系，结果他合伙人居然把这个事儿搞砸了，说给别人听了，就导致了二把刀得罪人了。那要是我的脾气的话，我就会这个事儿我也跟他自己也跟大家讲过，就是有一个感觉在八卦，小点声，他睡觉呢。这个事儿前两天二把刀也说过嘛，就是他吧，就是他合伙人跟他说有一个健身的人，那个健身的人吧，他就健身的就喜欢露上半身，然后他这个合伙人就说这个健身的人追过合伙人，这个合伙人就说这个人追过我，然后二把刀就跟这个合伙人说啊，那个这个人练的也不怎么样，胸毛只长了一边，丑丑的。其实二把刀说这些话吧，其实就是想告诉这个合伙人说，这个人配不上你之类的，反正就是在就迎合这个合伙人嘛。结果这个合伙人转身就跟这个胸毛长一边的人就说什么二把刀说你胸毛长得不好看，他妈的！然后结果这个胸毛长得不好看的人，然后就在网上说二把刀人品不好，说二把刀背后讲究别人。他妈的，要是我的个性，我就会找这个胸毛不好看的人，我说是我跟那谁在那块说话，没想到他告诉你了，是他背刺我了。本来的意愿也不是说你不好，其实就是两个人怎么样，那你就张嘴你就说呗。二把刀就不说，就干吃哑巴亏。我就不明白，你就说呗。他不说，导致了就是我俩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胸毛长得不好看的就看到二把刀，所有人都骂二把刀，然后胸毛不好看那个人也骂二把刀。那你就说呗，你就解释呗，不解释，他觉得解释不清，没必要，也是个网红，是的，是的，张个嘴就他妈不说话，就他妈不
到这些事儿，他跟前任的一些事儿，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就在直播里就澄清，然后他前任就听说了我们澄清一些事儿，就不愿意了，就要报警，报警要抓我，说啊你们在背后说这些事儿对我名誉产生了影响，要报警。我说你让他报啊，我们说的又不是说假的，而且我们是在澄清一些事情，谁又不是说故意的扯这些事儿。我说你让他报吧，警察能管这些事儿吗？我说好多事儿你不澄清能咋的呀？你澄清了又能咋的呀？你还报警了，你是对，小 K 你理解的非常对。是这样，就有人背刺他呀。他前任不是说不好看，我们的意思就是很多人就说二把刀那个生活里边一直都是他前任出钱开的这么个金毛刀店，网上就有人传，包括有人向二把刀的前任求证说啊这个金毛刀是不是那个他前任出的钱，他前任就说倒不是我出的钱，授人以鱼不语啊，授人以鱼不语不如什么授人以渔，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没给他出钱，但是我帮他做了好多事情，结果二把刀他前任就在二把刀就跟别人说二把刀他帮了二把刀这么多，结果二把刀一心想攀高枝儿，去找百里拍戏去了，想当名媛。然后我听了以后我就特别生气呀，我说你张嘴你就反击呀你啊！关键现在是二把刀不敢澄清，然后我就澄清，结果他前任要报警要抓我。是的，就是二把刀他其实就是想原理是非，但是这些事儿你不解释清楚，大家就觉得说他靠近我是因为钱，他不跟他前任在一起也是因为那个他前任没钱了之类的，反正就会有一些误解嘛。我就说那你说清楚就好了，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他为什么性格就是这样，他不说清楚。谢谢半支烟，这么早起床啊？在直播呢，二把刀睡着了，我下午睡多了，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落在别人手里？不知道，反正我不知道，反正当时我俩在一起，我被骂的呀，他被骂的特别严重，然后我被骂的也特别严重，就网上就是好像就是不知道谁在那块造谣，说我是派去就是拉皮条的，说我吸引这些网红，然后我就把这些网红捧火了，然后就送到名媛的床，就是送到金主的床上，就说我派去就是为了给金主输送这些名媛陪睡。就是他们那帮人在那块搞事儿，就宣传这个店，所以导致了我们的名声越来越臭。然后他不澄清，那人家就会说空穴，不可能空穴来风吧？然后我就在那块解释的，就涉及到别人。
钱，反正确实是有网贷。这种事儿吧，真的是哎呀，为什么事情都跟利益挂钩？那肯定挂钩啊！现在能说出来的不都是利益吗？反正我这个人记仇，别人在背后造谣我。我这个人就是记仇，别人在背后造谣我。现在是二把刀不让我去跟他们对峙，但是早晚有一天，如果闹掰了的话，我一定会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的就说明白。就是现在是二把刀一直阻止我去做一些那个声明和一些澄清，对，然后我就没办法发声，我要把这些事儿都说清楚了的话，可能对他那帮人又会找他麻烦。但是我的个性，我真的会忍不了，我就说他妈的，被这帮人他妈的欺负住了，你说这是啥玩意儿呢？咱们行得端坐得正的，大不了咱们都说清楚呗。二把刀就觉得那帮人挺难缠的，就不让我澄清，导致我他妈急脾气，我就憋得特别难受。那就有人造谣我们说我俩在剧组就搞在一起了，我俩他妈在剧组一直都他妈没有任何的好感，就是不知道被谁带了这个风气，然后各种说我俩这那这的，完了还在那块造谣说我跟小大夫，我是因为二把刀把小大夫甩了，这他妈都不知道谁带的风。我他妈跟小大夫早他妈都有分了，这仔细的一寻思，就是那帮人搞的鬼。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啊，那个我潜规则叨叨才跟我在一起的，他妈就在那块造谣。我他妈潜规则叨叨，我叨叨那个时候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的是那种小可爱，叨叨那个时候就是大爷们儿，一天他妈练的他妈5大3粗的，特爷们儿。你说我喜欢他啥？我他妈能潜得下去吗？剧组里唯独是我的菜的，就是那个乔伊，但是我跟乔伊也没说过话，他妈的！咱们行得端坐得正，我不怕你们传瞎话，怎么你们就把这些事儿都传出去，都散播出去，其实对叨叨对我多好。
对吧？我说的就是实话，我直播间里不造谣，对吧？咱们就是说实话，比看剧刺激。对啊，我喜欢小可爱。明天就能开战了，我他妈不怕，来吧！我们不造谣别人，我们只说事实，从来不造谣别人，只说事实，对吧？我就是必须得搞清楚是谁在背后找事儿。今天天气不错，被朋友约。今天天气不错，被朋友约出来喝，不是？今天天气不错，被朋友约什么玩意儿？你这个歌词不对。怕有什么把柄？没有把柄。我想想200刀，200刀跟我说没有什么把柄。我也不爱造谣，别人真爱就祝福，完事儿了。6点了都。今天天气不错，被约出来。被朋友约出来，什么？你这个歌词不对。大 S 一样被别人造谣。早上好，嘟嘟你好。哎呀，咱这不说那些没用的了，我就希望就是说赶紧还钱，赶紧还钱。我现在跟他是对象，我就想让那些人赶紧还钱，别影响我俩生活。肯定有些人说，肯定那个某人就会说啊，我跟他的事儿关你啥关系啊？我是他现任，跟我就有关系。这是闹的不是 AI 生死 AI 啥呀？还有那个造我谣的那俩人出来跟我道歉，三梦学院给我道歉。你俩在背后造我的谣，道歉。哥哥好帅是优秀。理清了。1m85，楼层18，喜欢私聊，这叫徐公子的，大家喜欢的私聊。郑州的，我对河南人加分，河南人性格不错。
33年纪太小了，这个财宝非常有钱，但是他喜欢50、60的。你看一下年纪，长得老也行。长得老这个财宝也可以接受，啊，他喜欢稍微老一点的。行了，我去7楼去取东西去。